在，那我们呢完成的现象真的是千变万化。那我们可以说呢，会时时啊都觉到会有受侮辱的那一种情出现。那我们都已经能够安住在自己呀不生不灭佛性上面。那所有一些呢，我们看起来好像呢不合理、不很恰当的一些语言行为，我们呢都不受影响，能够呢安住不动。所以对我讲我们最重要啊，就是先把内心呐就是笃定。内心呐完全呢都安在我们佛性本体，不生不灭真心佛性呐，我们都安住在佛性本体上面。那佛体啊没有两边对待，只要我们能够安住，久了以后啊，不管这个外相啊，是怎么样的不合理，怎么样的侮辱到我们。那个呢，都是因缘际会啊，都是假的，假的啊，来考验啊我们的那个心，所以就了解到说，我们越能够进入佛性啊，就越能够做到完成最难做的，我们都可以到达。像说那个天呐，将大任于斯人呢，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生益其所不能。就是要我们那个不能够去做到的呢，都在我们能够一心安住在佛性本体上都做到了。所以生益啊，我们以往所不能够达到的，让我们能够做得到。因为见得深看得远，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处事就能够很圆满，不会呢跟人家起冲突啦，不然我们看现在各位就可以体会，真的是斗争坚固有没有？所以我们500岁那个正法时期呀，那个解脱坚固、禅定坚固，这个正法时期离我们已经很遥远。那相法时期呀，那个多闻坚固塔寺坚固，也已经呢也远了过去了。那现在进入就是斗争坚固的时期。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现在国与国斗争，宗教与宗教斗争，人与人斗争这个同事与同事斗争，家人与家人斗争，有没有？都出现了呢。所以我们这个斗争坚固的时期不斗争真的也难都怎么样？都受到整个潮流的影响。外面的风气就是这个样子，然后我们受到影响，不知不觉就附和，我们附和又不知道，所以佛都讲我们真的是无明颠倒，都是无明，不知不觉就是无明，所以我们要知道了说这个我们最难的就是佛性本体。那我们都已经启发，然后在生活之中运用。那只要我们启发佛性本体运用，那要了解到它没有两边，它没有对待，都是一体。所以假如说我们把我们所遇到的人、遇到的事，都已经呢，我们跟它融成一体。没有分别，各位就想想看，斗争怎么来？不可能产生那会产生就是从我相开始，有我了，有我这个形象，为了要维护
稍微有一点受损就要抗议抗议，我们都受影响了，都也要抗议，这个跟自己抗议啊，也都在抗议，那个整个潮流这样子的，很不理想，所以我们一定呢要有那个主张，要认识，一定呢要跟不生不灭的佛性在一起，要呢听从佛性指挥，然后要再完成借假修身，把真的佛性都修正出来，这个假的身体都要还给天地的啦，没有说不还可以，没有的，一定要还。身体不是我，可是我们都从身体产生了非常多的摩擦，我们只要跟人相处摩擦就产生，那就由身体啦，我们身体那个心意识那个感觉非常强烈，稍微有一点这个受人瞧不起就问题有了，有时候大一点就要报复了，所以很不理想的外面的整个大的形势大的环境就是这样。可是我们要知道每一个都是佛，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佛，被我们自己的见解障碍，我们自己的见解不正确。假如说我们的这个见解，我们的知见是佛知佛见，那我们都成佛了。就是我们自己本身那个见解不正确，致使我们行为也不正确，才造了业，才要受苦。都是呢我们对真理缺少研究。假如说我们研究了知道真理了，知道说我们在凡尘要追的目标，就是去掉我们佛性本没有的，佛性没有的东西把它去掉，我们都恢复到一真，一真法界全部就是一个字如，到如的状态。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灵本同体啦，我们虽然分了这么多的众生，可是灵呢只有一个，大家回到呢这个本体回来都一样，没有差别。落入形象呢千差万别，因为每个人的业都不同。可是我们业会了了业了以后又回到佛性本体，又是大家一样，所以才有同体大悲。那我们呢本性之中就有无缘大慈，不管他是亲友或是呢这个不认识的人，我们都呢想度他成佛，这个呢就叫无缘大慈。没有跟他呢有关系的缘分我们都把快乐带给他，希望他也能够呢成就当佛。佛不是很困难，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先呢我们知道身体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缘就有用，假的，知道身体是假的，不要为这个身体一直在打算，我们都是非常着重身体啦，没有着重佛性，所以我们呢就造了很多业。那假如说我们是注重佛性，那身体是佛性的工具，给佛性用，那这样就没问题了，都呢圆满了，就差别在我们不甘愿我们的身体不甘愿给佛性用。各位甘不甘愿？很大的问题就我都不捌你，我都还不认识什么叫佛性，说这样就麻烦了，所以我要了解到，我们呢在凡尘可以说了整个
就只有佛性，就只有我们的佛性本体。然后它呢发挥了以后有功能作用，才有这么多的万象万事呈现。那假如说能够呢从本体，我们都万事归一本是从一本散万事了。我们又从万事归一本，归到一本的时候都是本来都是佛了那个就最理想的状态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个研会到现在已经呢快接近尾声了，所以在不久大概还2万多年我们人类就灭了然后天地混沌然后接着下一个研会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时间没完没了了。可是我们佛性不生不灭，它不会死亡的它不会灭掉的，永远都在纵然整个天地混沌了，我们佛性还在，一样在，只是我们没有修正就没有主宰的能力。没有主宰的能力我们就要受到我们业的那个推促，业把你推到哪个地方，你就在哪个地方现象你免不了的。那我们有修正呢，自己可以主张，我不要到娑婆世界，我要到呢极乐世界，我要到琉璃世界我要到呢宝城世界，我们都可以去非常多的佛世界而且都比这个我们南赡部洲呢理想。南赡部洲有一些人心地会受现象影响，然后做得很坏。可是有一些佛世界竟然都是菩萨整个佛世界都是菩萨，连那个阿罗汉跟辟支佛都没有，我们都没听过呢。各位有听过吗？就是真的没听过。所以或许看到《大藏经》里面记载说整个那个世界佛世界全部都是菩萨所以就很多的那个在不同世界的众生就问佛说，要怎么样才能够到那个全部都是活菩萨的世界去？他说呢，只要我们呢全部都是行十善，就是我们身口意10个都行十善，然后不能有那个负面的念头不能有一些呢那个不好的行为，这样呢就可以出生到那个整个都是菩萨的世界。可是各位就想一想，我们在凡尘生活有没有办法到达全部都可以那个十善都做得到？可不可以？各位十善知道吗？知道就是身口意的。身不杀不盗不淫，然后口呢不恶口不妄言不绮语不两舌，意不贪嗔痴。各位先生，我们说意那个上面那个不说了，说意。各位贪不贪？嗔不嗔？吃不吃？所以这个贪嗔痴各位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在日常生活竟然撇不开我们撇不开贪嗔痴所以应该是吃最严重，我们都以为贪最严重，没有吃吃就是无明的愚痴吃就是无明，无明的才会贪，无明的才会嗔你假如说没有吃贪没有
嗔也没有。所以我们要知道说，我们在凡尘所不知道的事还真的很多嘞。有一些啊，就在我们生活之中，我们竟然都不知道。像各位内心的深处啊，有没有嫉妒的心？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绝对不会承认我会嫉妒，对不对？可是我们的内心啊，你到那个最静最深的时候你回观一下还真的有嘞，真的有。可是我们都不会承认啦。实际也就是有。所以我们嘴巴会讲免计较啦，一世人短短最会计较的就是讲的人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说我们的心口都不一样没有办法说心里面想的跟嘴巴讲的完全都符合。可是我们可以努力可以了解说我们到底一生之中要追求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一定呢要告诉自己目标明确，这样呢我们呢追求才有力道努力追求要努力赚钱你就投入赚钱要努力成佛你就投入真的是修正成佛的事都会满你的愿你只要花心要追什么目标都会满足你的愿那我们就从那个结果来看花愿追求说要赚钱赚了很多很多，整个世界都被你赚到了，整个世界都是你的结果一口气不来了，谁的没一项是我的啦所以要了解到现象它是无常变化我们再怎么追到一口气不来，没有办法带得走一样东西，带不走的啦。所以身体是假的，是天地的物质，所有风土众人既会借我用，既然是借我用，就要好好用好好的借假，然后修真，把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修正出来我们要知道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我们所这个怎么会有视听缘动？谁在指挥就是佛性，对不对？我们都日用呢，日常都在用可是我们不知，不知道那就是佛性不是身躯我们都以为是身体要知道指挥身体的就是佛性所以我们就要好好的来学怎么样指挥才是正确因为我们在凡尘已经呢六道轮回太久了以后已经迷失了所以我们呢都是这个起后造业，因为迷惑然后我们造业怎么造呢？不知道都走来然后受苦那个是一定的道理。那我们从我们的行为开始去了解探讨，我为什么会有这个行为出来我内心深处到底在想什么，到底要追什么怎么会有这一种行为动作这样的话我们时时刻刻跟自己讲，跟自己讨论，然后你就会有得到好的那一种决定性对，就唯有修道不后悔，唯有修道是最值得的在怎么样的
那个过程之下呢，都是快乐的，所以啊，我们呢就是要努力呀，研究真理，然后写啊就一直啊就希望都这个已经都跟各位说了，你就听心理心法，然后照着我们研究的去做，然后你没有成佛，或许再来陪你修，不是这样说的吗？大家都嘛记会条对不？众人无来遮听听到录音带嘛，拍电话去问我讲，我无去现场听咧，我就唔大有听到啦。你有要搁缀我来无？我有啊，只要你肯修，无成道，我会过来跟你修，来跟你修，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修得到什么样的程度啊？迄拢袂无去。它一定在啊，我们就可以了解说，你看有一些那个小孩子一生出来以后啊，他也没有学什么，可是啊，他有一些自然的，他就会，那有一些你一直教啊，都教不来，所以啊，从这个角度呢，我们就了解到，他天生啊，一生下来以后啊，他就把他累世啊又带来了。又有了啦，他很熟悉呀，甚至我们看那个电视报道，外国有一个5岁的那个小男孩子啊，在弹钢琴啊，各位有没有看过？5岁弹那个钢琴就像大师弹的钢琴，才5岁你一出生就学不来啊，那为什么会？就是他累世之间啊，都已经有这个动作，有这个习性，所以他一生下来，自然就会，他的父母亲就说，今晚5岁，电视台去拍摄，他3岁就会弹了啦，你3岁就会样大，你看，3岁咱还搁伫头发咧白，所以啊，我们就了解到，那个啊，不用害怕说，我修安那无成要安那，唔拢了去啊，袂了去，拢伫咧，绝对都在。尤其啊，我们那个佛性的东西啊，就是非常奥妙，经过再怎么久啊，你看我们小孩子经过的事情比较特殊的，经过了几十年。你还清楚的了了分明的可以把它呢这个讲出来，就可以知道说我们佛性啊是非常奥妙的东西，所以呢不用害怕说我修的那无成，我们呢都是欠缺啦，对自己的那个信心啦。拢会想讲我修袂成，那袂想讲我绝对要修成，就缺少那一种决定性，所以我们了解说走入真理呀，绝对是我们最值得追求的，最值得我们呢这个投入一生的那个精力呀，来追求真理，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凡尘啊，很短的时间呐，不过100年而已啊，都要还给天地，那我们跟着凡尘潮流啊，一直追求，那个社会的流行，我们就跟着流行，那个追求没完没了了，那个都没有一个目标，那我们呢修道友，我们是追能够成道成佛。就是能够证悟我们自己的本性，正性证悟了就成佛，那我们可以要求自己呢，说不要到死掉一口气不来才证悟本性，我们要还在生活的时候就已经呢证悟本性，这个时候你就可以了解内心世界
完全不同，整个啊都是佛的心呐。各位有没有想过，佛的心是什么状态？会不会像我们现在的生活这样？一定有不一样，对不对？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我们现在的那个生活，我们就可以把它呢转到呢那个佛的那个领域。那佛的整个领域啊，我们可以在日常生活之中让它都呈现。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啊，问一问自己，这个是佛做的事吗？很多事我们就不会做了，对不对？会危害到众生的事啊，绝对不会做。所以就能够改变自己。时时刻刻所做的事都是佛所想，佛所想做，那当然都是成佛成道了啊，绝对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就不用怕不成道不成佛。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把那个以往这个如我许为歌利王割解身体那个实际的那个事情啊拿来印证，就是实际有这个事情经过然后啊讲了以后让我们呢就是了解要到达那一种没有那个贪嗔痴啊没有那个十恶啊是可以做到的。那么被歌利王割解身体，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说，那么我以尔时啊释迦牟尼佛就讲我在那个时候啊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所以啊这个四相或者呢就讲说我们一般从文字啊了解的四相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都比较是比较浅显的一些这个现象来了解。那或者说呢只要落入能守，它就是四相了。所以啊我们呢就是要挥三心然后少四相。只要没有三心就没有四相了。那三心过去心现在心未来心。过去心已经过去了它怎么追呢都追不回来。那未来心还没到现在心不住我们说现在它又过去了，现在又过去了它断不掉了所以没有三心所以各位同学，这个差别在哪里？我们有三心的时候三世把我们摄受给咱吸去啦三世有过去世，有未来世，有现在世，就是六道轮回。那没有三世，过去世吸我袂到，未来世吸我袂到，现在世吸我袂到，没有六道轮回，没有六道。所以你看我们三心何其容易落入六道轮回这么简单。那我不使它落入六道轮回，可不可以？可以。我们把三心去掉，过去就让它过去，不管风光还是过得很坎坷啦，都让它过去。未来还没到，你不用去这个计划那现在不住也不用为现在去打拼。所以我们三心没有了，三世摄受我们不住，没有三世就没有六道没有了哪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没有。所以我们从微细的道理来讲能守就是四相
我能一定得有我手，我能看，能看就我相，一定有手看，手看就是人相。那手看的差别重生啊，就叫众生相。我们连续不断的看，叫受者相。你看，只要落入能守，就是四相。那我们要怎么样啊？没有能守，就是啊，我们全部都回归到佛性本体，都呢，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没有对待，有没有能守？有没有？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呢，心念一转啊，能守都消失了。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以心意识的状态来生活，那我们的事项啊还很鲜明。那假如说我们转入是佛性主宰，该如何就如何的状态，就没有思想，就已经没有能守。那所以啊，之前慧姐就讲我们呢可以用眼根啊来认识啊我们佛性，就用那个释迦牟尼佛讲说若无所见啊，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若有所见啊，即是邪见。或者都一直讲，各位都会背了，对不对？会背了没？因为时常讲为什么时常讲？因为啊，它就是消失能守，若无所见，拢无快，拢无快，我们以为这样啦，对不对？真的没有能见的我，没有所见的外相，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有没有体会？你若无能见的我，若无所见的万象，把能跟所是不是已经合成一体了？有没有？这个就是如来啦。看有无？所以或许都不会看破了，我绝对给你一样的给你讲。你要看，若有所见，有能见有所见，即是邪见，就是见不正确的，你见不到道，你见不到佛性本体。你没有能见的我相，没有所见的万象，把能跟所合成一体了。这个时候所有你面对的就是如来。若无所见，即是真实的见你如来。你有体会不？有没有？就是这样了。你看，很微妙。那或许后来就讲说，再加文字的话，更容易了解。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慈善，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我们的心跟静合成一体了，心静一如，不患思维，袂使想不患思维，但不慈善，咱的心较静袂使散去。积之岁月，就是讲一段时间，而不心开，你的心开，看到道啦，看到咱的佛性本体，所以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无迄个代志，绝对心开。你看是不是又能够把前面那个若无所见合起来，有没有？就是心静一如啦。整个境规个拢是我的心，这样知道吗？整个万境都是我的心，我的心就是万境，万境就是我的心。你看是不是心静一如了？有没有能守？有没有？就是没有能守。
所以我们要修道，你修到最高程度就是这样，没有能守，没有能守了，你已经到达目标了，你已经成道成如来了，很肯定哦。所以各位把它记下来，心静一如，把它记下来，若无所见，平常生活的时候你有看无？有啦，我有看。有没有能见所见？就是很明显，对不对？因为东西是东西啊，我是我，已经把它分得非常详细了。你在若无所见的当下，没有我相了，也没有法相，没有万象都没有了，已经合成一体了，能守一如，能守双泯，两个都泯灭了，没有能没有守，就已经一体了，一体就是如来。所以我们落入现象，现象千差万别了，非常多。你就不要去管万象了，你只要管自己的心。你的心性一如，那个心呐，跟境已经合在一起了，那个就是我们要追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讲若无所见呢，是从眼根来体会的。那从耳根呢，那也更容易。我们呢就是了解到，或者讲那个张轴悟道记呀，就有讲偷根偷尘，离身离境离言独立，没有依赖，各位都用要一样背啊，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偷根离开我们六根，偷尘离开六尘，离身离开身体，然后离境离开形象，离言独立，离开所有的因缘，所有的自然都离开，它独立存在的，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然后无所依赖，它没有依，都不会依靠，都没有依靠，它独立存在。就是因为这样，这个我们要追的这个叫做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叫做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要追这个了这个它不会变化，你现在认识，现在就到了，不会变化。它不管经过多么久，几个缘会它都不会变化。就是因为不会变化，所以我们才要追我们追到呢不会变化的无上正等正觉，那我们就已经回归本位了啦。都已经都当佛了。那要不要到娑婆世界来那个各位就可以自己当家做主了。要不要来可以自己做主了。那我们造了业要不要来？做不了主了。那被推的一定来。没办法的。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走入真理我们用耳根的话，我们呢耳朵听到声音，听到声音的时候我们要了解，那个是把我们的佛性我们佛性本来充在整个宇宙虚空不容易体会，借着耳根体会，然后声音的有声音，我们是要了解那个听到的那一个佛性。所以我们身体耳朵是听，然后闻是我们呢听到声音以后加入心意识叫闻。第三个闻性那属于佛性。那佛性呢它就不分辨你是什么声音内容，所以有声音它不分辨内容，那属于佛性，知道有声音，所以我们了解声音有了，不是我们佛性生
声音消失了，不是我们佛性灭了，佛性没有生灭，声音啊，它有动静，有声音呢叫动，没有声音叫静。那我们要了解声音啊，出来的咱听到啊，迄个时阵，咱的佛性已经扭出来，伫迄个声音发生的所在，有我们佛性在。然后啊，声音消失了，我们佛性一样也在。所以啊，我们从耳根来体会我们佛性本体，已经呢，你看离开。我们听到声音的时候啊，那个都离开身体了，然后啊，我们呢，等到声音消失的时候，又离开境，所以离身离境，我们呢，佛性都在，都没有依赖，唔免挖靠啥，拢伫咧。各位现在听懂吗？所以啊，这个叫真实的功夫啦，这样去做，有做这个功夫你就可以啊，牢牢把握，我可以成道，我可以成佛，因为啊，是一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我已经找到了，各位找到了没有？拢唔敢肯定所以一定呢要肯定自己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这样脱根脱尘，离身离境，离言独立无所依赖那我们呢就回到《金刚经》，何以故？佛以往昔啊，节节知节时，若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应生呢嗔恨，所以这个就我们完成的那个状态。说我在被歌利王割解身体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呢，已经没有我相了，没有法相，没有事相。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最困难大概就除掉我相我相啊很不容易除掉这个我很坚强，为了这个我六道轮回，那有这个事相呢，应生嗔恨就会啊嗔恨，还有啊，你那给我抬个抬挂到一块一块分肢节啦，就是分身碎骨了，已经挂到一块一块，所以这些都在想说以前那个释迦牟尼佛被歌利王割解了以后他还可以讲话，然后他就讲，我假如说一点嗔恨心都没有生的话，让我恢复整个身体完整。讲完了以后他整个真的完整了。佛的意思呢是说，我假如说有嗔恨心，那我被割了这样呢这个死掉就算了。那假如说我没有嗔恨心，一点点的嗔恨都没有，那让我全部都恢复，真的全部恢复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难就在这里，真的一点嗔恨都没有。各位天贤，容不容易？不容易。或者都想我们用那个白眼球看人的话就怎么样，就产生很大的那一种心出来了，对不对？所以啊，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看人的话还要正眼，袂使讲黑人走去藏的白人在看人，那个真的是那个很厉害、很杀人的看人方法所以啊，
那个有我的存在啊，那个嗔恨心啊一定出来所以呢应生呢嗔恨他之所以啊没有生那个嗔恨心呢，就是因为他能够了解到一体，就是没有能手啦就是一体没有你我他。那所以啊，我们修道呢，就是要了解到身体啊是假的啦这个终归啊都要还给天地啊，是假的那我们佛性呢是真的，可是真的佛性啊，我们都不管它，因为看不到，也摸不着所以就不管它了，都管这个看得到的身体结果我们一直照顾啊这个买水衫好穿，摕好物件好食认真甲顾啦伊拢无带念咧说走就走咧是不是这样真是啊小人呢我们身体就是这样啊，你一直照顾它，不见得它会回报所以啊，我们就是要借假呢修真。须菩提又念过去啊，以500世啊做忍辱仙人所以啊，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又讲说呢，这个过去了还没有成佛之前啊，有500世啊是做忍辱仙人所以我们呢就是要了解到啊，那个都是经过长时间的那个修道那我们长时间的修道最重要就是透彻认识真理。只要你透彻认识真理了，不管你在经过了多久都不会变我们的那个认知那个我们的知见啊见解不会改变最怕就像我们现在在凡尘接受教育的时候啊，我们就已经呢一直啊在接受这个比较呢不真实的那个方式啊在教导我们呢。这个从小啊就一直啊要认真要认真啊，我们哪个时候认真过？小学生啊有我很认真，一直到大他会说啊，原来都是骗我的，原来都是认假不认真。认真的话真的就佛性本体啦，不生不灭的那个才是真那我们呢可以说呢，在凡尘所有的接触啊教育啊这个社会啊整个一切啊都是假都是应付啊都不真所以啊我们呢能够沾到这个上天大开普度我们又能够求道，又能够修道又能够呢这个追我们的这个最上圣的性理心法。当时啊假如说或者在后天庙有人教有人可以问，也不用摸那么久，光要摸到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啊离言独立啊无所依赖，摸30年。不过或许现在想起来我们呐假如说不听这个性理心法的时候啊，了不了解可以到达脱根脱尘离身离境，可不可以？所以30年还算短或者在想说像我这戆反正一世人嘛领悟不出来上天还很慈悲啦
让后学知道这简单可是这简单我都这含慢拢袂晓讲，教这久拢要大家袂会。真的我们听了以后就觉得说很容易，对不对？就很容易就对就规个咱的心甲境拢合作伙就已经拢是咱的佛性本体就这样就这么容易可是，在还没有答案之前那个真的在有人请教那还好啦，就是要请教都或许都跑到那个新竹，那个整个山都是寺庙，整个山那个叫什么狮头山整个山都是寺庙了。偌骨力呢？安尼你久佫无公车用行，坐去我附近就用行一间一间去问问讲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起食不超过7家？迄都佛规定的讲无意思迄都教规规定安尼袂使分超过7间啦，7间若分无就袂使分啦。讲迄安尼有规定的，我讲毋是有含义伊讲无，佛规。所以我们这边是没有记载说起食不超过7家，可是他讲经说法是连贯的，你从前面那个看下来是有起食不能超过7家，7家起不到食物了你就要饿肚子啦，不能再去起食了。起食多的话要分给同伴分给起不到食的人。那假如同伴的吃饱了，要给那个天上飞的然后水里面游的陆地上走的这一些动物吃，不能留啦，不能说我今天呢起食多一点，我留起来然后留着明天吃，不可以不能留所以佛学就想说，释迦牟尼佛制定那一些戒律就是要他们专心一意修道，不能有依赖。你留着明天吃就是依赖不可以除了3衣1钵以外不能自己煮饭我改来煮，不可以你煮饭就犯戒不可以煮饭。那以我们现在真的有一点不合啦，因为他也不能去种植，你袂使剪不能去种植一定要去起食啦所以我们就会说你们都不是生产不从事生产无爱干那要吃便的拢无爱去做。可是佛规定就是那样，你不可以去种植，不可以煮饭不可以，不能有东西让你依赖。我们这样的生活，各位先生可以过得多久1天就好。那我们现在依赖太多了啦，难怪我们都当众生我们什么时候没有依赖什么时候就成佛了各位依不依赖？在921大地震的时候不是有2300个人死亡吗？那或许那个时候就讲，我说这2300个是菩萨示现，他来告诉我们不能依赖大地，不能依赖房子。你依赖大地大地会地震；你依赖房子，房子把你压死。所以2300人来告诉我们修道依赖自己
不生不灭，真心佛性本体。哦，之外的所有现象，你都不能依赖。可是啊，我们很少人去体会啊，对不对？我们都讲坏话啊，迄都业较重啦，唔才叫厝底底事，对不对？没有想说那个是活菩萨示现，来告诉我们，要修道，不能依赖，依赖大地，大地地震，依赖房子，房子倒塌，所以依赖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这样呢就我们就努力啊，努力修道。所以只要啊，我们对自己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非常重视，那我们真的就可以了，把权柄啊交给佛性本体。可是啊，我们现在我们可以说大部分都是还六根当家啦。各位前学有请佛性出来当家的吗？请举手看看。无半个，所以那个我们要了解到这个六根既得利益啊，它不肯放舍，我们要放啊，要请佛性出来当家，他才不会造业啊，我们才不会受苦，才可以脱离轮回啊，才可以成佛，可以成道。都是要我们自己努力的啦，所以或者说我们研究道理不是要跟别人作对啦，是要跟自己作对。所有的脾气毛病要去掉，贪嗔痴慢也要去掉，这个都很蛮难。有一些都是既得利益，不肯放手。可是啊，我们研究不放。总要放，一定爱放，较早放较快活，所以释迦牟尼佛呢修那个忍辱波罗蜜啊，可以说修得非常久，所以呢我们了解说以往啊要修成佛啊，都要经过3个阿僧祇劫才成佛了。没有像现在说直指人心啊，见性成佛，没有说这么容易的。我们真的都是沾到整个我们这个累世的这一些这个修正的那个祖师的那一种经验，然后告诉我们让我们可以省掉很多不必要的摸索像或许这个摸了30年才知道佛性本体的状态，那或许就讲你坐着听不要2个小时都已经透彻了解了，是不是可以省掉30年？然后我们这个在进入真理的领域再努力一点，又可以省掉30岁。唔是30年尔，迄省30岁，佮较唔免讲点直直滚烂、拔烂，才有法度了解。不用了，现在努力你就可以一次修就一次成了。那么以尔所示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无寿者相，所以在那个500世做忍辱仙人的时候那个时候都没有事相所以我们就看以往他修之所以成，就是因为没有能守已经没有事相了没有3心事相所以就可以成就了可以成佛。是故须菩提，菩萨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3藐三菩提心。所以我们了解说菩萨菩提萨埵这个佛看我们众生呢，我们都是菩萨众生都是菩萨摩诃萨
都是呢菩萨中的大菩萨。我们呢应离一切相，离开所有的相。我们呢没有离相啊，是我们落入凡尘，被凡尘的形象诱惑，形象都给人怪，所以啊我们就住相，住相了以后啊，我们就有取舍，然后啊造了业，然后就受苦。现在呢佛就直接告诉我们，应离一切相，所有只要落入形象，它都是假的，都会这个变化会消失，都是假的，不要住相。所以离相了以后啊，然后我们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心呐，就是我们离相了以后啊，能够发现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因为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没有形象我们却了了分明，所以了了分明的那个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各位了解吗？这个应该是很正常的现象了这讲了解个无，讲无了解个原来有一点安尼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的佛性本体虽然没有形象，可是确确实实我们都感受到那个我们能够感受到确确实实的那个就是如来就是佛。我们呢要能够成的，就是找到这个找到这个我们切实能够感受到的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那么不应呢住色生心，不应呢住声香味法生心。所以最重要的这个就是呢不在六尘生心呐，然后把那个一个第一个那个色因为色形象最难就是形象。我们呢离开形象就是最难那个声香味触法那个呢就比较没有那么直接。我们最直接的就是形象，就是色。所以不应住色生心。我们不要在形象上然后生心不要在声香味触法那个生心，就是不要在六尘生心。可是我们的生活离不开六尘我们住尘生心是变成我们习惯性自在凡尘我们呢都会这个生心心都会呢这个生花而且很多都钻到呢深的地方那个这个六尘比较深的地方呢，我们也都钻了进去。所以呢佛就跟我们讲说不要呢自在呢这个六尘生心。然后跟我们讲正确的答案应生呢无所住心。我们应该呢生就是无所住的心分开说呢就是这个心应无所住，然后而生其心，这个是分开说了。然后连起来说呢应生呢无所住心应该生呢无所住的心。若心有住则为非住。假如说我们的心呢一有所住了就呢非就是不对了，我们住的不对了，大了唔对咱的心较需要在
形象伫个六层生出来，心六层生出来都已经唔对啊，知道意思吗？所以啊，苦口婆心啊，都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修道，怎么样来生活。说呢，应生呢，无所住的心，都全部啊无住，全部呢都无所住啊，那个心呐，就是正确，心有住的话呢，就住的不对了，则为非住，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佛呢也是希望我们都能够真的进入啊，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是故佛说，菩萨心呐，不应呢住色布施。现在啊，这个呢又呢更拉高一层呢，说呢我们菩萨心，就是我们修道者，菩提萨埵，有情的众生呐，这个度化众生呢，不应该呢住色，布施。不应该呢住在形象，来这个显法施，所以啊要呢无所住，不能呢住色，布施。须菩提，菩萨为利益啊一切众生故啊，应如是布施。所以啊这个菩萨为了利益啊一切的众生，应该呢这样的来。布施，就是啊，这个不住在六层，来行布施，来这个法师说法。那么如来说，一切诸相呢，即是非相。如来说，在我们性分里面的一切，所有的诸相，诸呢就是很多相形象，很多的形象啊，即是非相，那个呢都会变化，都是无常，一切啊诸相呢都是无常。那么又说一切众生啊，即非众生，又讲啊，我们一切众生，所有的众生呢都是佛啦，都是菩萨摩诃萨，所以不是众生啦。众生它的意思啊，众缘积聚啊而现的生相，众缘聚会才生的啦。所以我们了解说，众生呢要生在凡尘啊，很多因缘，以往自己造了，然后跟父母亲又结缘了，很多因缘，所以啊众缘，然后啊聚会，然后啊显现。让我们在凡尘呢，受苦，所以啊，众生，即非不是啦，是众缘而生的，那个相而已，性啊是佛性啊，所以啊，众生呢，即非众生。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诳于语者，不喻语者。所以这个如来是真语，这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真语啊，就是真如的语言，在《金刚经》呢有9个地方呢，讲真语，无我相，无法相，无非法相，这个一空到底呀，这个就是真语，然后凡所有相啊，皆是虚妄，这个也都是一空到底，这个呢实语啊，真语。那么如来这个所说法，皆不可取，不可说，这个呢也是啊，真语。如来所说的是要我们证悟本性，那么证悟本性啊，如何可取？如何可说？所以啊，就不可取，不可说。那么如来者，这个不来不去，这个也是真语。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个一空到底呢都是真语，是要呈现呢我们这个佛性本体，然后不应这个取法，不应呢取非法，一样，这个取法是正确的，可是呢我们一有所取啊，就已经不空了，所以啊，就是不可取法，不可取非法。那么正确的法尚不应取啊，那非法更不应该取，所以啊不应取非法，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讲一空到底的语言啊，叫做真语，那么凡呢，所有的相啊都是假的虚妄，然后啊这个三际心呐，不可得，然后啊这个不取于相，如如不动，然后啊这个法上应舍啊，何况非法，这个呢全部啊，都是把我们凡尘的呢，都呢否定掉，就是相呢都是假的，所以啊，这个呢叫真语。我们呢，要追求这个佛性本体呀，他所说呢，就是要我们了解啊，就是实义啊，真理的部分，这个真理，然后呢，第二个啊，那个实语，那么实语啊，在《金刚经》一样啊，也有9个地方呢，讲这个实语，实语呢，就是呢，这个空跟有啊，同时存在，以法应无所住，就实以空，然后行以布施啊，就实以有，所以空跟有同时存在，以法应无所住，行以布施，然后啊，讲说，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无所住啊，也是空，而生其心啊，是有。应生啊，无所住心，一样，应生无所住心，无所住啊是空，应生呢是有，所以这个是空跟有啊两边呢同时说，就讲这个实语，然后呢这个无众生可度啊，又度一切众生，无法可说，又说一切法。都是两边呐，两边同时，然后以无我来修一切善法，然后应离一切相，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离一切相是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是有，所以都是空有同时，然后啊离一切之相，则名之佛。离一切之相空了，则名之佛有，都是空跟有两边呢同时说，这个呢就叫做实语，所以啊如来是真语，是实语，然后底下呢那个如语，那个如语如其所亲证，而说之，所以佛在讲都是本身证悟了以后，然后才讲出来。所以我们了解为什么这个佛会讲说自我成道一直到涅槃，中间没有说一个字。那佛讲经说法49年，我们都知道讲的就是很努力很认真的讲那为什么会说没有说一个字呢？就是这个如语啦，如这个全部都从性分流入，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它全部呢都是在真理的那个领域啦。所以我们呢凡尘有时候听到这一种说法就比较呢
没有办法直接就体会了，所以啊，才有一个那个什么宫的那个那个头领导者啊，他就讲释迦牟尼佛49年所没有说的，都要留给我说。我们研究性理心法，听到这样的话，各位啊，合不合理？我们就知道佛一再的在告诉众生，说我是现在凡尘，不告诉众生啊生灭法，因为生灭法是六道轮回，那我要呢告诉众生啊，就是脱离啊六道轮回的方法，所以我们了解那个不是释迦牟尼佛讲妄言，不是是讲真理。没有能说的我，没有所说的法，这样了解吗？所以菩萨呢，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在凡尘的时候啊，菩萨就问说这个每一次啊都在讲，从成道到进入涅槃，中间没有说一个字啊，是依赖什么这样说？那释迦牟尼佛就回答，依赖两个，一个就是自住法，自己呀住在那个佛性本体；一个呢是自证法，自己呀证悟。所以依据这两个，一个自住法，一个自证法，依这两个来说。自从成道一直进入到涅槃，中间没有说一个字，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说，从成道一直到涅槃，中间呢都是啊从性分流入，没有能说的我相，没有所说的法相，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连这个佛学博士啊，他都体会不到这样，才会纽约对谈的时候啊，闹亏闹到家己都唔知，或许有讲过嘛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在发表高论，那个达摩祖那个达赖喇嘛。竟然都忘了是谁了。达赖喇嘛就举手，他说我可以问问题吗？然后我们那个佛学博士就说，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等到我讲完了，你再问。有没有听出巧妙来？我讲完了，你看我相。然后讲完了，那个讲的内容法相，我相跟法相整个都呈现，对不对？所以啊，那个叫生灭法，生灭法，竟然念到佛学博士啊，不知道，唔知呀。达赖喇嘛第二次举手的时候啊。他就讲说，问题是你讲完了，我都不知道要问什么。我们凡人就会想，哎呦，达赖喇嘛的记性那遐歹，一时啊久的时间尔，伊都唔知影讲啥。各位先生，那完全不是那个样完全不是。刚才讲的那个过去心呐。已经过去了啊！我没有过去心啊，我哪知道你刚才讲什么？所以啊，我们就了解，达赖喇嘛也很就只有这样没有再解释什么，全部都没有了真的我们看的人不傻傻假如说我们没有研究的话，唔知伊是咧创啥。
拢看无，嫌要主持的嘛唔知啊，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全世界50几个国家呢，同时转播，每个国家自己翻译，这样的，所以我们了解说你真的修的时候就要了解到它的究竟，不能连这个没有说的这个伊49年无讲的，拢要留来我讲。然后你看那个组织很庞大，全世界非常多的人，所以我们就真的有一点感叹了。现在离真理越离越远了，自己离了真理自己都不知道，不知不觉了，不知道，所以我们一定呢要了解到，有能说的我相，就一定有所说的法相，能所这么鲜明对立，就是生灭，生灭就是6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把它连起来，只要人家在传播的，它是实以对立的，两边的那个都是6道轮回，不要学，要知道啦，不要学，你学了以后无采你一世人，短短的时间研究拢甜水流去，所以要了解说，若无所见即是真实见的如来，研究这啦，还有那个佛手经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有没有？各位记得吗？那个不是在讲释迦牟尼佛，是在讲我们佛性那个如来就是佛性，我们的佛性不跟世间争啦，所以释迦牟尼佛解说世跟间，世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就是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间世间。我们佛性不跟三世十方，拢无要甲伊争，所以你只要甲伊争，伊拢让你。修养真的好，这么好的佛性修养都不起哇，可不可惜呀？很可惜耶所以你看世间与我争，争不争？如来不与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争不争？所以或者在想迄经都互咱摆伫个面头前咧看都看唔捌哩，白纸写互你懵到平平看都看不起。所以有时候就是会这样，文字归文字实在里面的义理唔知样。所以佛经很多都是这个样子。所以往后我们看佛经的话，假如说称那个如来，你就要了解到有时候的角度不是在说释迦牟尼佛，是在说我们的佛性所以你体会到那个是我们佛性的话，整个意思都不一样了。你在看经那个经的意思都不同的。那假如说你看那个释迦佛咒，释迦佛咒跟我无关系对不对？他是他假如说我们按照文字来讲出来，释迦牟尼佛不跟世间共争，世间与我争，我们会想你的代志，对不？是不是伊的代志？那假如说是如来就是咱的佛性佛性拢无甲世间咧争，世间拢甲佛性咧争，哎呦，安尼唔通争输伊
要不要发出一种声响？唔通真水，可不可以？系啊，袂使哦。迄世间要甲佛性争，啊佛性拢真输啊。嘿，啊咱即马讲我要争赢，哦，你世间袂使赢我，世间若袂使赢我吼，咱的哦成佛成道者有可能啦。啊世间若拢赢我吼，啊落去啊，咱做众生，吼，要甲伊争啊无？爱吼，爱甲伊争，吼，爱甲世间争，吼，咱的佛性啊吼，甲过去、现在、未来，甲东西南北，吼，东南西南、东北西北、顶下，吼，全部甲伊争，吼，会赢袂？讲到安尼真心虚。所以呢，我们了解说吼，那个哦，如语啊，如其所亲证哦而讲的话，叫如语哦。所以啊，我们呢就是要证这个如啦，所以啊，这个以前啊，我们有那个如是我闻，哦，有张轴悟道记，那个呢都有讲到这方面，哦。都有详细说，有文字啊，有那个 CD。那么不诳语者，不诳语啊，佛不诳骗众生啊，佛啊伊袂骗众生啊，讲的话拢实在话，无骗众生，不诳骗的众生，不诳语。那不喻语呀。这个喻语就是两种话，即马甲假讲一番话，佮甲疑佮讲一番话，那个叫喻语，无共款话啦，两种话不同，内容不相同的，须菩提，如来所得法，那之前呢都无所得。怎么突然呢？这边就说所得法，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如来，我们看呢这个经的如来一定要体会。虽然有时候啊，他会讲自己本身啊，释迦牟尼佛，可是大部分的时候啊。都是讲我们呢，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就是我们众生的本来面目，所以如来所得法，就是我们佛性啊，我们佛性要所得的这个法，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那么此法无实无虚，无实呢就是没有形象啦。无虚啊，就是实实在在啦，所以我们得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就是没有形象，但是啊实实在在，这样了解吗？所以啊最重要的啦，因为这个如来所得法，我们的佛性啊，这个所得到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这个法是什么样的内容？就是无实无虚，没有形象，但呢切切实实存在，切切实实我们可以感受，那个法，无实无虚。须菩提，若菩萨心呢，自以法而行布施。假如说呢，这个菩萨的心，自在法，所以各位天贤，虽然他这边呢，没有说自在什么法啦，可是啊，包罗万象，什么法都可以，假如说我们菩萨心呐，自以
那个无上的正等正觉法，然后来行布施，这样也不行啊。为什么？因为住相，所以住相呢，他就呢这个已经呢不走入啊真理，不走入啊这个绝对的那个佛性本体，所以啊是以法而行布施呢，如人啊入暗，好像我们人走进暗室里面呐，极无所见，都看无啊，入去暗所内底啊，看无物件，看不到东西呀，所以啊，我们了解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无明，假如说自以法而行布施呢，就是呢我们还在无明壳之中，那个伫咧无明壳内底啦，当然暗迷蒙啊，拢无地看，也唔知影，迄个法的那个真实的情形，不了解啊那个法的真实情形，所以啊，如人呢入暗，好像呢走入暗室一样，极无所见啊，就呢看不到呢这个一切的。那么若菩萨心呐，不自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假如说啊，这个菩萨心呢不自法，他已经呢，心中啊，都无所住了，这个时候啊，来教导众生，来度化众生，众生呢就可以啊，回到目标，就回到佛地了，所以啊。如人有目啊，这个就目啊，就表示啊有智慧，目光目啊，就是呢代表啊我们已经呢有智慧，能够了解到那个真理所在。那如人入暗，就是无明无半项啊，无半项要讲教，要教人教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那个真的是。就没办法，所以啊，我们了解说，那个啊，已经呢自己到达了，可以啊回归佛的本位了，然后再来度化众生，教导的呢都是正确啦，不然差一点点，自以法行布施，然后啊不自以法行布施，差一点点。差不多啦，它一点点啊那一点点都不行啦，一点点错的就没办法到达目标了，所以一点点那个差之毫厘呀，会谬之千里呀，所以一点点都不能差，像我们刚才讲那个由这个我相跟法相的是不是也差一点点？差不差一点点？有时候我们听还听不出那个不对的地方在哪里？有一些我们不研究的话，讲出来，好像对思索深入去思索以后才发现说不对，不是这样，所以我们了解到，有一些是差得很微细，所以历代的一些禅师他会讲，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毫厘点点差得开头一点点，结果到目标差很多了，那个就不行了。所以如人有目呢，日光明照。有目就是有智慧了，有智慧以后就好像太阳光，一明照呢，就可以看到种种的形象，种种色就是种种的形象。那我们呢，这个因为今天呢有4个问题要问了，我们留15分钟呢，来回答这个4个问题。
刘老师这边有请问哈，第一个问题，佛性非定非不定，是要我们不落入两边不住，定怎么样解释比较恰当？因为他这样问的话，表示他对佛性的了解都还不够啦，所以他问的那个佛性非定，然后非不定啦，就是讲佛性的功能作用啦。那佛性的功能作用啊，就我们日常生活之中应用我们的心意识啦。那心意识的时候啊，我们就了解到，各位同学，心意识啊，在佛性来讲，它定不定？定不定？在佛性来讲不定。那真正你认识的佛性的因为啊，我们佛性本体啊，如如不动，没有定啊，没有不定，不能去用定说，也不能呢去用不定说了，它没有那个问题，所以问这样的话，表示他问的角度出发是在佛性的功能作用，而不是在呢佛性的本体，所以啊，这个呢问的话呢，就是要更详细的研究啊心理心法，进入到呢佛性本体。好，第二个问题，为何不持正法者受五戒修威仪，便不能守护持戒清净比丘？这个问的倒是好，因为佛经里面啊都有这样明确的记载，说呢我们要护法，那护法释迦牟尼佛曾经就明确的说，护法者，你就是要保护啊那个修道的人，保护佛法，那你就是要持着刀棍，以那个武力啊来降服那个违犯的，假如说有人要对那个修道人啊加以迫害，你护法的人，你就要跟他对立，你要消除他啊，所以你要用最有效的方式，纵然你那个时候把他杀死也不犯戒。所以我们听到这个会很惊讶，修道有守戒，那个会塞台啦，所以佛明确说，你在护法的时候啊，你纵然杀了人，一样你是守戒，你没有破戒啦。为什么？因为你保护佛法，所以那个对佛法的重视啦。那危害佛法就是要消除它，所以我们一般看到这样佛经的那个说的那个角度啊，我们都会吓到，哎呦，怎么会这样？就是这样，佛就讲你那个时候目标都是在保护佛法修道人，修道人受到危害那个你的责任，他说你一定要维护，不能使那个修道人受到危害。所以啊，你那个时候采取最激烈的方式啊，那个都正确，没有犯戒，没有破戒啊。第三个问题，有贤问：佛性充满虚空，我们身上也有佛性，在我们一口气不来，是否有一部分佛性要从玄关跳出去，与虚空的佛性汇合？这个又是对我们的这个佛性没有很透彻了解啦。各位同学，整个虚空全部都佛性，我们整个身体也全部都佛性啦。不是讲听后该归空以后才有一些佛性要从玄关去跟虚空汇合这个研究这么久然后再听到这个问题真的有一点会泄气因为不了解，所以我们要了解无所不在我们的佛性充满虚空，然后无所不在，不是说
我们从玄关出去跟虚空会合，才成道成佛，不是这样啦。各位浅显，我们整个啦，全身全部啦，都有。你甲念看嘛会听袂？是安怎会听？佛性啦，整个啦，我们整个整个身体呀，都是佛性。不要说整个身体啦，整个虚空啦，整个所有一切啦，都是佛性。你有较了解无？可能因为这样没有这样问的话我没有讲，大概也不透彻说完全了解到佛性的状态那我们要知道说我们整个无所不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它是尽虚空遍法界，全部呢都有我们佛性所以这个佛就时常会说，佛性不在内，不在外，不在中间，然后那个阿难就问讲伫倒位各位先生伫倒位就是无所不在啦。哪个地方都有佛性这样了解吗？哪个地方呢都有我们的佛性，所以呢不是说等到我们这个一口气不来的时候赶快我们的佛性从玄关出去跟虚空会合，佛性叫你奔走就嗨它很灵敏的啦，很奥妙的很难用你的头脑去想象的，所以才落入不可思议。还有第四个问题，从事涉嫌不正当行业的众生也可以求道吗？若云宝师明知求道的人从事色情行业，能让他求道，这样会如何？因为我们要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开始办道的初期那个时候很强调身家清白，品性端正就是你求道者一定要身家清白，然后品性端正才能够求道。那后来因为这个有一点变质啦，变做有人就好，直直有啦，有人唔管人迄个什么款的那个背景就能够拉来求道。我们要了解到我们道是很珍贵啦，你假如说没有那个背后的一些因素那个祖先有德，然后自己本身呢又是行得正，那这样来求道呢是名正言顺那假如说你去引渡一些他死于在下九流行业之中的那个时候呢可以说点完师都不敢点不敢点到了。可是我们佛学都在想，为什么我们这个到末后的时候这个求道都这么的容易这么到处去拐骗人来求道有无？所以佛学在想说，是不是因这原来有迄个求道的迄个机会有法度得到上天大开普度这个大恩才有办法呢求道。可是我们呢就可以了解到，你的根气不怎么好，你又不发心，然后又不清醒，那对你帮助不大
只有种子不灭啦，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啊，都是为了下一个缘会来完成啊，能够有人的这个机会，所以啊，我们就有那一种形式促成就很多啊，那个不符合资格的呢，都可以求到。所以啊，有时候啊，我们讲到时宜你要身家清白、品性端正，要呢这个祖先有德，你才能够求到，好像离我们又有一段距离了，那或许就感叹了，在或许那一个求道的那个阶层啊，结果拢也搁咧受道啦，拢无全无去。可是后来有很多啊那个很容易就求到的啊，甚至有的也都是受高等教育，可是啊一段时间拢无快啊，人都不见了啦，连那个三宝都也不记得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这个跟自己的那个根器有关系啦。你假如说非常重视这个道，表示你累世之间有累积。那假如说你非常看清这个道，表示说你在六道轮回啊，那已经无计其数，已经呢那个佛性有没有都快要辨不清了。所以啊，我们了解到说不要贪呐，有缘呐，虽然他说这个所做的行业不是很那个正派，很光明正大，他只要有缘你度他呢，大概也可以度成啦。那假如说你是用方法骗人来求道的，大概可以不要啦。那个呢对你没有帮助呢，反而有害。所以不要贪，不要贪说那个度人啊这个有功德。好啊，还有3分钟，不是4个问题而已嘛。还有人要问吗？过3分。还可以再问啊。好，请说。请问刘讲师好，请说。那我们柯老师是以那个先位阶的高低来设计嘛那一起为天庭上帝，还有诸天神圣，还有弥勒祖师嘛。那一般可能会将那个诸天神圣解读为以气象3天的自己心。可是有些前辈人说，如果将气天3天的神圣包括在内的话，而超越在弥勒祖师的前面不符合位阶的，不宜这样的解说。那请问刘讲师如何来谈这个诸天神圣？对，因为那个诸天神圣不是像我们那个所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一些那个佛那个圣佛不是这样的。那个诸天神圣它都已经归入到已经呢是归入到无极理天的那个状态。你在气天的话，它还没啦，它还没有到达可以排列跟那个诸天神圣一起的那个因为落入气天以后，像我们那个6一天最高他化自在天。它虽然说很久完成有1600年那么久的那个享福时间，可是毕竟有期限它就到时候它就没呢，到时候它位阶的没那释迦牟尼有又讲那个
在异界的神仙一到古境，没有人道的资格，直接落入三恶道。你看，所以释迦牟尼佛不鼓励我们修道人去当气天神圣，不希望，是希望社会人士他行十善可以到气天，是鼓励社会人士不鼓励我们修道人。修道人呢，他不鼓励你去气天，因为那个都有树木只要有树木，纵然是几万年，他也会到。时间到都无无落去，为什么没有人到？直接到三恶道。那个菩萨就问释迦牟尼佛，他说他在气天神仙的时候，受到众生的朝拜，那他心里面骄傲，就是心里面已经高人一等了，就是因为这样，你看只有心里面骄傲安尼得落入三恶道，没有人道的资格所以佛不鼓励我们去气天，直接鼓励我们回礼天，所以归呢我们佛的本位，所以要了解那个持天神圣都是跟那个礼天那一些都一样，跟那个所有开天辟地的那个神仙都在一起的啦，不是气天的啦，气天没有资格，他没有资格受到我们修道者将这个朝拜在第二个位阶。下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天人，大家好。佛学三道天师德老天贤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天贤给佛学机会学讲，来给我一掌。我们今天各位手上都有一张修道具，这个呢是辅助呢我们了解我们金刚本性，我们佛性可能各位都还没有很透彻了解到我们这个佛性本体。那借着这个句语修道的句语来了解。那这个里面呢，我们以往都比较没有这个说过，没有讲过这一些句语，可能都会比较这个陌生。那我们呢这个因为金刚经已经上了一半了，可是假如说我们对这个佛性都还没有很了解，我们众人都已经上完了，那对我们的帮助也不是很大。那所以因为经文都是少，又有一点都是文字方面都是比如说般若波罗蜜、集会般若波罗蜜、释名般若波罗蜜。那假如说我们光这样子看文字不太容易知道里面的意思。那我们借着这一些修道句语来帮助我们了解，了解说我们佛性是怎么样的这个状态，了解了以后我们再来看经文的话就会知道经文里面的含义，所以重点呢我们都是要了解它的意思，含义重要不是那个文字。那我们呢就从这个第一开始，总共呢有31我们呢从这个第一开始。说佛性呢这个堂堂显现，
那么住性有情啊，难见。若众生无我面呢，何殊佛面？我们就解说它的内容，说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堂堂显现，堂堂就是这个堂堂正正，然后非常的普遍，又呢清晰，又光明，又呢我们能够明白，都已经在我们生活之中呈现，都显现了在我们生活之中，所以那个狮子对法龙讲，说行住坐卧，触目一言，总是佛的妙用，都已经是佛的妙用，快乐无忧，所以我们了解说那个佛性都是堂堂显现，都已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都已经呈现了。可是住性有情难见，那个有情就是众生，那我们呢众生那个住性的性就是我们佛性，住就是住相。我们假如说在佛性之中住相，我们就很难见到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住性的有情难见。这告诉我们说不要住在形象，我们就会看到。那么若悟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众生无我，领悟众缘所生的这个身体是四大假合，它没有我，假如说已经知道身体不是我，然后我们在指挥身体的所有一切全部都是佛性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住在身上了，已经把佛性都呈现出来，所以我面何殊佛面？我的面跟佛的面一样，就是我跟佛都一样，没有差别。差别呢，只在我们众生住相。那假如说不住相的话就已经都是佛了那么第二条不是金刚体，那个金刚体金刚般若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啦。那假如说我们不认识呢我们的金刚本体，然后却换作延伸，就是我们的身体啦。我们身体是因缘所产生的，因缘所产生的还有这个形象呈现。可是我们要了解这个形象的呈现它的背后还是佛性本体所以还是那个金刚体。那么十方真极昧，这个十方整个十方世界都全部如不动，没有生灭那个极昧就是已经到达那个佛的状态。那么谁在谁复行什么人在什么人在行？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在十方之中整个呈现呢都是我们佛性本体那谁在就表示谁还在凡尘，那谁复行就表示他已经进入六道在六道轮回之中所以我们呢就是要认识我们的金刚本体。那底下这一句邪道之人不是真这个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了因为这个全部从第1到第9全部都是长沙和尚说的啦，或许把长沙和尚说的收集在一起，所以把他的那个以前有讲过的又重新呢再写下来说我们修道的人不知道真就是不知道佛性的本体，只因为从来认是神
我们在生活之中用的就是四神，生灭的，那个真啊就是不生不灭，所以啊我们这个四神啊是无始劫以来生死本，使我们六道轮回啊，就是四神，我们呢都错认了，所以啊痴人呢幻作啊本来生，不知道呢那个是假的，把它换成说我们佛性本体，这个也是长沙和尚说。那么底下这一句我们也讲过，说若人见幻本来真，是则名为见佛人。圆通华华呢无生灭，无生无灭啊是佛身。所以假如说我们能够见到幻，那个幻就是眼即则生啦，生的时候啊已经有幻象，已经有了，见到这个幻啊，幻是由现啊呈现，所以若人见幻啊本来真，是则名为啊见佛人，已经见到佛了。所以这一句的意境啊比较高，跟上一句啊就差别很大。上一句比较容易啊知道了解，可是啊这一句的话见幻本来真，幻是幻啊，我们都一直要拼除掉的。可是啊这边为什么会说本来真呢？所以啊就牵涉到那个幻的来源，为什么有？就是因为啊有佛性本体，才有幻象的呈现。这样了解意思吗？是有一点深啊，这一句跟上一句啊差别就很大。我们见到幻是真的话，就已经见到佛。所以啊名为啊见佛人。那么底下呢就讲说圆通华华无生灭，就是圆通啊，我们的佛性就是圆通啊，所以我们知道呢，我们整个佛性啊充塞整个宇宙虚空圆，然后又通，不会呢被这个有形的障碍，纵然是石壁是山，我们也都一样通过，可以通得过，圆通。所以啊圆通华华无生灭，所有完成的一切啊那个华呢，就不管我们看的我们听的是形象是事情全部呢都称为华。那么圆通的法呢都没有生灭了，虽然我们看都有，可是啊我们要了解它都一直啊在演化，它灭了以后啊又生，生了以后又灭，灭了以后又生所以在真理的来讲它就没有变化了，都是一样的这个呈现所以无生无灭就已经是佛的身没有生灭。那么底下百尺竿头不动人，这个以前我们也讲过虽然已经得入，可是未为真，还差一点点有一点执着还不是全部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更进一步以后全部都是进入空了，没有一点执一点点固执都没有所以十方世界是全身十方世界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全部的整个身体了。所以我们要了解我们的那个身法身非常的宽广，整个虚空呢全部呢都是。那么底下
离色呢求观，离开形象，我们要观，非正见。所以啊，我们在观的时候呢，说不要住相。可是啊，面对形象我们看的时候还是一样看，并不是把形象破坏掉，然后才知道它是空的，不是，还是一样看。看了形象，知道形象是一年即会有，一年消失啊，它就没有了，就知道它本来原来是空的，是这样才是正确的，那我们离开形象来看就不正确了，所以离色求观啊，非正见。然后离声呢，这个求听啊，是学文。离开声音，我们说要听，那变了学文，所以底下呢，前面这2句啊，是要把后面那个那个强调出来，就是满眼呢本非色，我们眼睛所看的一切不是形象，然后呢，满耳本非声，我们耳朵听到的也不是声音，他呢底下就讲说，闻思啊常触目，就是我们眼睛看的我们眼睛就是闻思菩萨，那闻思菩萨代表智慧第一啦，所以我们眼睛看的都能够辨别它的实相，所以这个告诉我们的6根就可以运用到真。已经我们看的时候就已经代表文思菩萨在看，然后文思菩萨的智慧最高，他知道凡尘万象都是假的，所以代表说我们眼睛看的时候，万象虽然有，可是它都无常变化，也是假的，所以闻思呢常触目。然后观音呢赛耳根，就是我们听的时候我们就是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我们整个耳根都是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我们呢耳根就已经发挥那个我们那个耳根的作用。耳根的作用使我们能够呢整个佛性跟虚空融为一体，所以做呢这个耳根圆通。那么会三圆一体，那个三呢就是三身，法身报身，然后呢化身，化身呢就叫应身，应化身，我们体会这个三身呢本来是一体，不管是法身，不管报身，不管应化身，都是一体，同一体。那达事呢本同真，那个事就是事智，智慧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到达这个4个这个智慧达事本同真，全部都是跟我们的佛性本体一样，都是真。各位浅显认不认识妙观察智，平等性智，成所作智，大圆镜智，认不认识？我们之前不是有那个5867果音转吗？有没有？5867果音转，那个就讲说呢，8识转成4智，4智就是这里的讲出来的，然后我们呢就讲说5呢就是眼耳鼻舌，眼耳鼻舌身5个，那5个呢它是成所作智，然后8呢就是大圆镜智，然后6就是妙观察智，
七呀，就是平等性质，这样呢，我们把它连起来比较会印象深刻。我们呢，因为五八呢是国，六七是因，我们要从因转，所以从第六妙观察智呢入手，一入手了以后就转到第七的平等性质，然后六跟七转了以后，就回到前面的五，那个成熟咒。因为呢，我们第六跟第七呀，命令前面眼耳鼻舌身，然后他完成第六第七的命令去做，就成熟做，然后已经呢完成了以后回到最后的第八呢阿赖耶识就是大圆镜智。所以那个最后一个大圆镜智，这个四个全部都是真，所以达四等同真，这样有没有比较那个印象清晰了？堂堂呢法界性无佛亦无人，这个呢跟最第一个那个堂堂显现，佛性堂堂显现那个一样，这个堂堂法界性，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堂堂法界性，然后呢无佛亦无人，就表示没有分别心，全部都是我们的法身，全部呢都是我们真心佛性。那么第七个摩诃般若照，摩诃呢就是大，般若呢就是妙智慧。般若妙智慧，我们了解到大，摩诃就是大。般若呢是我们的妙智慧，是佛性本体所发挥。摩诃般若照了以后解脱甚深法，就可以我们有般若，我们就可以解脱了。完整的所有一切我们都能够了解。能够呢超越了所以解脱完成所有的苦，解脱甚深法，这个能够有般若，能够呢到达解脱，这个法呢甚深，甚深法法身极昧体，我们呢能够解脱了以后把法身极昧体就整个都呈现，整个我们的佛性本体全部都呈现。然后三一理圆场，这个呢就是三身一理，本来呢它呢都是圆满，又是常住不迁，三一理圆场，意识供其处此名常寂光。我们呢要了解到那个供其，就是呢我们能够圆满，我们呢供能够圆满，跟佛都一样的，叫供其，已经呢跟佛相等齐了，此名常寂光，就是呢常寂就是理天。理天呢就是常寂，所以我们呢已经呢回归到本来了。那么第八那个碍处非墙壁，通处呢悟虚空，就是妨碍我们的不是墙壁这个跟我们实际的状况完全都这个相反。那个墙壁就是妨碍我们通行，可是
这个呢就讲爱处啊，不是墙壁。然后通呢，通就是我们可以行走啊，可是呢，这边却讲说，不是虚空，虚空呢本来都是通的，可是啊，都呢，没有让我们呢能够通行，所以都讲跟凡尘呢，相反。若人呢如是解，假如说我们有办法了解到这个状态，了解说呢那个妨碍啊不是墙壁，然后呢虚空呢也不是呢流通，这样的话心色呢本来同，就是我们的心跟万象本来是一样的，跟呢我们之前讲那个心静一如，不患思维，但不持散，积之岁月，而不心开，谓之有也。是一样的意思啦。所以也一样意见有一点高。所以我们就了解，我们修道有时候呢，跟凡尘竟然都是相反。因为我们都以为身体是我。然后整个万象都是外法，我就是内，外万象都是外。可是在真理里面没有内外，全部的万象也都是我的心。我们一般听到呢就很难接受了。各位想想看，万象都是我的心，我们会怎么想？假如说没有研究心理心法，一定会说那个神经有问题要去看精神科。为什么？因为整个我们的理路已经不通了，跟凡尘你要跟他讲，已经讲不来了。可是我们就是了解到，讲真理的部分就是它没有两边对待。那假如说我们还在身体是我，外面万象是外，这样就已经是两边对待了。两边对待我们要了解。就是生命，有变化，有生命。那有变化，有生命，我们就进入六道轮回。我们在六道轮回就是受苦。你能够修的话，你一定要修到心跟见已经一如，就是外面的见也是你的心。你的心跟外面的见是一样，是一体的。所以你在生活之中，你就到无极；你在生活之中，你就没有对待，高不高？所以这个不是做不到的，而是看我们要不要。你假如说要脱离苦海，你就是一定要到绝对的真理，没有对待。你假如说在对待，一定生灭。有生有灭，一定六道轮回。所以释迦牟尼佛就明确的说：我示现在凡尘，不告诉众生生灭法，因为生灭法是六道轮回，而我不告诉众生轮回的方法，我要告诉众生脱离苦海。你要脱离苦海，你就要到达绝对的境界，没有相对。所以佛已经做到，没有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是没有两边，都是一体。所以我们就了解到他做到了成佛。那我们众生呢，都还不要说做不到了，
听都没听过，没有听过怎么修啊？就没办法修。所以我们要先听，先了解，说原来万象是从我的佛性生发。所以啊，我们的佛性啊，叫称如来藏。我们佛性是如来，含藏万象万事，含藏三而大地。所以有时候啊，我们接受到真理啊，假如说全部都没有听过，会很震撼啊，怎么会是这样？可是当我们慢慢了解，看啊，以往所有修正的，他说的是什么样的状态？这个就是以往的禅师啊，他修正所说了。或者说把它呢记载，然后我们来研究，我们也了解说，为什么在西元1000年，西元500年到1000年那个中间啊，我们中国的修道啊非常兴盛，所以那个时期呀，禅师很多，到处啊，都是在谈修道的事情，都是身体力行，不是讲理论的，是真正的在做。所以啊，很多呢，在问啊，什么是道？然后禅师他怎么应对？不讲话。然后啊，那个问的人啊，他已经回头了，就是你无爱饮，无插我都爱走啊。然后当他呢走了以后啊，他就讲奢离，奢离就是修道人。你问道你就想修道，那个一讲话以后啊，他就回头，他说这个就是你问的道，就是你回头，你为什么回头？那个就是道。是不是都要用行动来体会？所以啊，之前或许也讲说那个时机啊，也有那个一指禅。什么是道？有没有？各位浅显，我们想想看，我们问人家什么是道，人家伸出一只手头，一只手指头出来，我们会说一只手指头是道。一定也体会不过来，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意境，我们把它讲出来，就是啊，我们这个道啊是无所不在，然后啊，这样它已经在动了，动了容易注意啊。这个你看到的这个一只手指头啊，是谁看到？就是佛性那个就是道。你看这样，以前禅师的教人是这样，什么是道？没讲话，只有这样。所以我们了解说，原来可以这样体会。我们没有说的话你说毕业一世人你还阁唔知讲这是咧创啥？对不对？我们绝对不知道这个就是道，因为要你体会，谁看到这个在动，就是佛性佛性就是道啊，这个就对了啊，没有很多语言很简单的，禅师教人方法都是很简单的，而且我们看这个长沙和尚他说的也都跟我们凡尘相反。爱吃灰墙壁，墙壁一定我们走不过去怎么会不是妨碍呢然后虚空我们可以通，他竟然说不能够呢通行的。所以我们就了解说已经到达
我们的心跟境合在一起，就是无极的状态。已经到达无极的状态。已经呢我们修要追求的就是无极。无极的状态已经呈现。我们假如说肯做，我们在生活之中先把那个分别心淡薄，不要分别，慢慢的把境能够融入到我们的心，我们的心就是境，境就是心，这样的话慢慢接近没有分别心的状态，那个叫正现，正悟本现。正悟本现就成佛了。所以成佛了以后没有对待，没有两边。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真理。然后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凡尘，离得远不远？离这个状态远不远？我们就了解到我们不要说做了，连听都没听，连听都没听过，你怎么去修到一个绝对？修到没有对待，要怎么样到达没有对待？就要重新从你的心开始了解，说真的到没有对待，到无极了，已经回归到我们常寂光，就是无极状态。我们已经回到本位，没有两边了，没有分别了，我们可以到达。可是你看我们道很殊胜，我们求道就跟我们讲传理传给你信理真传，真传信理真传，要你得到无极，要你得到常寂光。我们都得到他都不研究，不了解我们所作所为，各位就看离这个状态远不远？就差得很远。所以我们一定要自我勉励，这个是一定要自己从内心做才可以到达。我们要先认识强一定要加强我们对我们佛性本体的肯定。你对佛性本体肯定，你做的才有力道。你假如说怀疑有吗？有佛性本体吗？那就已经颠倒了，没办法了。所以一定要先我们认识佛性本体，然后一直这个加之岁月，岁月一直增加，然后我们对佛性本体越深入越了解越肯定越能够发挥它的大用。它大用一发挥出来，各位就要了解大用发挥整个三河大地全部都是我们无极生发。三河大地是不是从无极生发而来？我们全部三河大地回归到无极，已经回归到本来，所以一定要透彻了解这个真理。最甚深最甚深很深，法界的人生便是心。所以长沙和尚说，我们法界我们的人的身体便是心，全部都是心已经到无极状态。迷则迷心为众生，我们没有了解迷昧都以为万象那个众色就是万象。我们已经迷昧我们的心变成万象，已经变成万象了。
务实啊，假如说我们能够领悟萨净啊，是真心，这个萨土啊，就是佛土啦，佛土啊，整个环境啊，都全部是我们的真心呐，跟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样的。所以各位就可以想象，以往的禅师啊，怎么修到这么高的程度啊？我们迷昧了都以为万象。那长沙和尚说，万象都是我们的心呐，我们已经迷了，迷了以后才变成万象。不迷的话，全部都是我们真心。万象啊，全部都是我们的真心。身界，我们的身体呀，跟世界啊，这两层，凡尘啊，无实相，没有实在的相，因为它都叫虚相变化。我们知道说，整个这个世界啊，它也都一直在变化所以这个呢，都没有实相。实相就是没有形象。我们身体有相，这个都是假的，会变化。那佛性本体没有形象，它就是实相，不会变化。所以身界，我们的身体跟世界是两层都呢没有实相。那分明达此好之因，我们假如说能够了了分明，达到这一种状态，安尼就已经呢回归到本位了啦。就是知因人。你看他的程度高不高？像怎样判断？所以到第9这个地方呢，全部呢都是长沙和尚呢，他所说。那么那个时间在西元862年，就是还没1000年。我们现在2014，2014年，他呢在这个862年，已经呢蛮久了。所以我们就了解说，为什么那个时候的讲的话能够流传下来，就是有它的价值。它让我们可以追随它的道路，它讲的那个方式也一样走到长极光，到无极理天。那么底下呢，这个是杭州径山呢建宗禅师跟法纪大师讲，那个法纪大师就是慢这个建宗禅师就是慢一代，下一代下一代他一直在传那个就是一直用语言一直在教人那个对论比如说我们现在也有那个心灵那个对谈就是专门在做这个事那个建宗禅师就跟他讲说，佛祖正法那个历代能够掌天盘的这一些祖师他的正法直觉了当王权，那个权就是解收了，就是说没有解收了的讲这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没有解说那个内容的汝算海沙，与理何异？各位浅显，海里面的沙有多少粒没办法算我们随便下去抓一把起来都已经算不完了所以对比就是没有帮助。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你没有抓到根源
你在研究很多那一些不关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的事啊，就好像入海算沙，无路用啊！你规世人打拼都算袂出来啦。你算得出来死翘翘啊，死翘翘都算袂出来，这表示没有用啦。所以我们就是要直截了当，针对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努力，你抓到这个本体，从本体努力成就，绝对成就。所以我们就是一定要了解到，那底下就教他说你要怎么样，莫存诸见，然后泯绝外言。我们假如说能够所以或者都讲，文字真的是很好用。为什么？只有12个字啊，莫存知见，泯绝外言，即汝真性，安尼尔啦。若搁较简单，后壁迄4字唔免，干那莫存知见，泯绝外言就可以了，到无极了。各位就看。这么简单扼要，我们的知见哇太多了啦，所以把我们所有知见都去掉。所以各位先生，我们说万言放下，我们用这4个字最好的莫存知见，就是万言放下，你什么都没有了那个就是你的本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简不简单？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不肯一定要存着知见我们说莫存知见我们不肯。把知见都放掉我们会想，我用足侪钱去学的呢，我会知影这见解都花了好多时间、金钱去学来的嘞，怎么要把它放掉不肯放掉，所以我们就只有6道轮回了。肯放掉才能够回归本位了。真的是，所以我们底下是一语真空出世间，一语真空，我们只要讲真空，空中不空空中呢有我们的佛性叫真空。真空呢就妙有，妙有没有形象没有形象呢才叫妙有。真空妙有就是咱的佛性本体我们的佛性本体就是真空妙有。各位体会了真空妙有我的佛性所以我们了解都是很亲切的啦。很亲切的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出世间，一语真空出世间，完成的劳劳碌碌完成的所有一切都已经呢我们都超越了。可怜迷者与行反，说我们众生真的很可怜。为什么？我们就好像蚂蚁循环也是讲6道轮回的意思那我们假如说有闲情逸致然后看到蚂蚁，然后你注意看蚂蚁看蚂蚁走路然后看它在做什么在忙一些什么事情，你会发现蚂蚁都在寻找食物了。
然后他找到食物了以后，他不会说一个人他一只蚂蚁一个人就把食物偷回去，他会回去告诉他的同伴，然后就会带一堆的蚂蚁然后就走过来，把那一些呢大家分摊，然后运回去。所以我们呢有时候你观察微细一点，会体会到不一样的那一种这个心境你体会到他们那一种分工合作，体会到他们呢没有自私，不会说找到食物我占据我来吃。别人都不管了，不会嘞，他会回去通知大家来把那一些食物都分了，大家呢把它扛回去窝里面。所以我们了解到，我们落入这个凡尘了以后，被现象这个阻碍了，这个本体都出不来。然后在现象界之中我们又互相的勾心斗角，互相的残害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小的蚂蚁，大的人物我们看看整个世界都很不平静不平静的由来都是我们人的私心都是这个样子。看看美国白人黑人看看那个泰国什么黄衫军红衫军，不是又正在争吗那个总又被拉下来了然后又斗争又起又是全部都是人祸我们灾难，人找人的灾难都是自己找来的。看看我们里面也一样我们这个小岛里面也一样也都很不平静。修到最好了不管完成事，此生呢胜作三禅乐我们这一生能够呢遇到呢上天大开普度那个三禅我们了解就是色界的第三。初禅呢离生喜乐地，二禅定生喜乐地，三禅离喜妙乐地四禅就舍念清净地。到四禅的时候不用这个呼吸，也不用吃饭那个最快乐。可是三禅还没到三禅只有进入妙乐了，喜乐已经超越了进入妙乐三禅我们呢就好像在三禅一样。那么好句常云万事闲很好的句子，我们呢都向上提升我们就常常的来这个歌颂万事闲都这个没事。然后秋月原来看尽这个夜秋天的月亮圆满然后我们整个晚上都可以来看这个秋月。然后月云散去落河山这些云它消散到哪里去了，落到哪个山去了这个意思呢就是呢他们各有他们忙的地方所在。然后到头自了方为了，到头来我们要自己了却我们自己那个才真正的是追的目标。
那修持他经呢，扣主观，我们不要执着别人怎么说，他会把我们要呢到达我们的那个祖师的路啊，都呢这个已经有障碍了，所以或者说这个以往修道的那个呢真的这个都有学识啦，讲的都很文言文所以我们真的要了解还要用一点心，尤其或许又没念诗一看到那个诗词哇头大了他又用诗词来形容我们的生命里面的重要性。那么第12了忘我们就是把忘都要了了，然后归真。真呢就是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万虑空，也就是万也放下啦万虑也都空。然后河沙环胜体通同这个河里面的沙跟海里面的沙河沙呢都是一样的沙。然后我们凡人跟圣人也都一样的体所以我们了解说不用去分别认识全部呢都一样迷来尽是而头焰雾气皆如鹤出笼咱迷的时阵迷的时候迷昧的时候，就好像那个飞蛾看到亮它就呢去投亮的地方，投了就死掉了然后雾的时候好像那个鹤出笼被关在那个笼子里面的鹤都已经呢海阔天空了，那个就领悟了，表示说我们呢没有领悟的时候都被身体关着领悟了以后身体关不了了，海阔天空。片月影分呢千溅水这个一片的月亮，也就是说上天的那个月亮已经呢这个显现在我们地上的水所以这个千江有水就千江月这个呢就表示那个景象跟呢完成的万象。那么孤松胜任40峰那个松松梅竹这个呢都是经得其行所以表示呢他呢这个能够认清整个本质所以不在意那个外面的那个称赞跟讽刺都不在意了那40峰这个整个我们这个春夏秋冬不管是什么样的风，孤松呢它都能够这个独立不受影响。那么直息密气息心地就是我们要去入我们自己不生不灭的那个佛性本体修苦劳生睡梦中，我们不要呢劳劳碌碌在凡尘一直在争争一些物质争一些虚名这样呢就太不值得了所以那个以往的禅师呢就会借着这一些这个语言来劝我们呢说呢修道重要。那么底下呢从13开始一直往下，它是整个都连在一起的。那或许因为要把里面的一段一段把它分出来，所以才有说分呢13、14、15、16这样分下来，不然它是整个跟呢那个修道人在问问题的那个叶州大智慧海和尚
底下呢这个大部分都是他的。说无一法可取，无一法可舍，没有一法可以取，没有一法可以舍。说我们凡尘呐，没有一法可取，也没有一法可舍，然后也不见一法生灭相，不见一法去来相，遍十方界，无一为尘许。不是呢自身的财宝，但仔细观察自心，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无可逾虑莫行思，莫求觅，心性本来清净，一切法本来不生，一切法本来不灭，若能如是解知佛常现前。这个就是这个讲的就已经呢都没事的状态之下，全部都是在我们的整个那个清净的性分之中，非常的理想的状态，所以呢我们在凡尘的生活也一样，没有一法可取，没有一法可舍。也没有一法生灭，也没有一法来去，遍十方呢，连一小小的微尘都是我们自身财宝，这个呢跟我们上面讲的那个整个万象万事都是真心，是有那个意味那个意味呢也在这里面。所以呢，他就勉励呢说，仔细观察我们自己的心，然后一体三宝，这个常自现前，时时刻刻都显现在我们眼前，无可逾虑的，不要怀疑，也不用呢去考虑，也莫行思也莫求觅，不要去找。也不要去求，心性本来清净，因为寻思求觅就已经呢，跑到外面的心向外了，那一切本来呢，它都如如不动了，这样的话呢，知佛就常现前，因为呢，他有讲一体三宝，常自现前，所以里面呢，这个僧人就问了，说云何是一体三宝？什么样的是一体三宝？所以我们也要特别注意什么是一体三宝？这个慧海和尚呢就回答说，心是佛，我们的心就是佛，不用呢将佛求佛。就是讲唔免用咱的心去求心，用咱的心去求佛心就已经是佛心就是佛，然后心就是法，不用呢将法求法，那佛跟法无二，佛跟法是一样，是一，和佛跟法合起来就生，佛法生即是一体三宝，经里面呢有记载，说心佛与众生三无差别，就是就是一样，没有差别。那么身口意清净名为佛出世。三业不清净名为佛灭度，就已经佛涅盘了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身口意清净非常重要，因为我们造业也一样，都是从身口意造业才受苦。那我们清净了，就已经佛示现在凡尘。那么众生呢，回心做佛，就是我们回光返照，回心做佛，不改其面，性本清净不待修成，
所以我们了解我们的佛性呢，不等待修才会这个成就，有修有证即同增上慢者，增加向慢，向上的慢，慢就是骄傲啦，骄傲呢就是慢，那真空呢，无智，智就是阻塞。真空不会阻塞啦，就是我们的佛性不会阻塞，应有无穷，就是应我们佛性本体来应凡尘的万有，无穷无尽的万有都可以应对。那么无始无终，我们的佛性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立根呢，顿悟。假如说立根的话，可以马上了解。用呢，无等等。我们用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尽头的，可以让我们一直都能够用。那么即是呢，阿耨菩提。这个阿耨菩提呢，是禅师们用的语言。假如说呢，是这个佛教的话，他就会用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啦，那我们呢熟悉就好。那么心呢是无形，即是微妙的色身，各位就了解到心无形象，就是微妙的色身啦。那么无相呢，即是实相法身，所以没有形象是微妙的色身，无相的就是实相的法身，实相的法身是无相，然后心无形象是微妙色身，然后性跟相体空，即是呢虚空无边身，万行庄严，即是功德法身。那么此法身者，乃是呢万化之本，就是我们凡尘万象的来源，万化，就是呢我们这个凡尘的万有，整个呢这个变化，随处立名，自用无尽，能生万华，名本华场。具一切智是智慧场，万华归如名如来藏。经呢就有记载，我们《金刚经》里面，如来者即是知法如意。那么又说呢，世间无有一法不归如也。世间所有的法呢，都归入这个如，所以一如，这个心境一如，到如就是我们要追求的目标，如真如。那么胡禅师者，那个胡就是花语词啦，他呢没有意思的，不讲意思，是讲底下那个禅师。禅师者错取书要，直了心言，出没卷书纵横应物，玄经事理，顿见如来，拔生死的生根，或见前三昧，若不安禅静虑到这里总是茫然，随机受华，三学虽殊，得意妄言，一圣而喻，故经云。十方佛土之中，唯有一佛圣，无二亦无三，唯此方便说，引导于众生。所以这一段呢，我们这个了解说，禅师这个慧海和尚呢在讲说，禅师呢就是错取书要，就是把那个最重要的把它呢提示出来，让我们知道直接了达心的本源，
那出没卷书这个卷就是收藏，书呢就是放开，纵横应物，这个上下呢这个纵，然后这个东西横应物全就是多了全部均平均事理全部呢都不合以事理，这样呢就顿见如来。他拔禅师呢都是拔生死的深根，我们在生死之中那个根都很深不容易呢把它拔起来。那么后呢这个见前三昧就是显现在眼前那个正定，三昧呢就是正定。那一般呢都是安禅静虑就是坐禅假如说呢不安禅静虑，到这种状态就不知道呢这个它是什么样的目标，什么样的结果，所以就茫然所以禅师呢随机受法随着众生的根基教授修持的方法，然后三学戒定慧虽然不一样书呢就是不同，可是得意就妄言，你已经呢知道那个义理了，知道真理了，那么就忘掉呢所讲的语言，忘掉所有的文字所以我们就要学说得意妄言。那么一圣合一就是呢到达最上圣的一圣上圣法。所以经呢就有记载，十方佛土之中呢唯有一佛圣就是最上圣无二亦无三。确实呢我们在凡尘有这个中圣法下圣法，那么它呢都是引导众生呢到达最上圣，从下圣引导到中圣，从中圣引导到上圣从上圣的引导到最上圣，都是要众生成佛，所以呢叫做一圣一圣法。那么持佛方便说佛呢都会方便说法，引导众生能够成佛成就所以里面的那个修持方法就会有很多不一样。那么声问一样的在这个慧海禅师呢这个地方就问禅师呢何故不许青青翠紫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因为我们呢有时候都会形容那个整个环境全部都是我们的法身，然后开的黄花呢就是般若。然后慧海禅师呢他就回答说法身呢无相，没有形象，然后应的翠竹已成形，般若呢无知，对黄花而显相，非比黄花翠直而有般若法身故呢经云佛真法身呢犹如虚空应物现形，虚空呢应物现形如水中月。黄花若是般若，般若呢即同无情说假如说我们住相了说黄花是般若，那般若呢就不是妙智慧了。那翠竹若是法身翠竹还能应用，因为法身呢它呢这个可以无穷变化。翠竹你住相在翠竹它呢就没有办法来这个应用别的所以这个慧海法这个法师禅师呢
他就讲，不能呢住在形象。若见性人啊，他接着呢就讲说，假如说我们见性，说是易得啊，说不是易得，那个道就是说了，道是易得，道不是易得，随用而说，不自啊是非，那个自呢，自就是阻塞的意思啦，不停留在是非。若不见性人啊，说翠直着翠直，说黄花着黄花，说法身自法身，说般若不是般若，所以皆成争论。那么第20个见性者呢，即非凡夫，见性就不是凡夫，顿悟上升，超凡越升，迷人呢论凡论圣，悟人超越生死涅盘，迷人呢说是说驴，悟人呢大用无方，迷人求得求证，悟人无得无求，迷人取眼节，悟人顿见，这个迷昧的呢，他期待很长的时间才成就，可是悟人呢马上到了顿见。那么底下这个僧人就问另外不同的那个内容。他说《维摩经》记载，说维摩诘跟须菩提讲，说彼外道六师等事理诸师，因其出家，彼师呢所度，汝亦随度。其师汝者不免福田，供养汝者呢堕三恶道，谤于佛，毁于法，不入众属，那个就是不入生属，不在生中，终不得灭度汝若如是乃可起时。那么今请禅师名为解说，所以这个维摩诘经我们是本来预计说金刚经讲完以后要讲，可是后学发现说他的意见太高，我们讲的话可能都会反效果，所以我们先把涅盘经挪到前面来讲，把维摩诘放到后面，我们了解的更多来讲就更会了解能够了解里面的意思。那涅盘经因为都是写白话，或许是说白话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或许就讲那个维摩诘经不是白话，很难讲所以先把白话的涅盘经放到前面，我们金刚经讲完就讲我们这边还有书嘞各位也可以先拿回去看看了以后会比较容易听懂，也或许也觉得他已经说很容易懂的。各位听这么久了都将近5年了，对不对？已经可以了解意思了比较可以了解了，对不对？跟以前都不同了所以我们了解只要你肯研究他一定有懂的时候了或者说你来上一次课2个小时不用听很多了，你听个1句就可以受用无穷这句的
我们这边你看哦，不是有一句就可以让我们受用无穷吗？我们刚才讲的啊，莫尘诸见，敏捷外言就可以了，我们就用了一生啊就用不尽了。所以啊，我们了解说，心理心法真的好，而且让我们真的追到无起，追到没有对待，追到已经心静一如，那个都非常的不容易。所以这边那个就请那个慧霭禅师来解说，然后慧霭禅师呢，他就讲说迷行六根，说我们生活啊我们都用六根来主宰，号之为六师啦。那个六师是印度的外道名称，非常有名啦。那个外道，可是啊，他已经把它解说啊，变成我们的六根。那心外求佛，名为外道。这个导师我们以前就有讲过。心外求佛，整个佛就是心，心就是佛。你心外要求佛，就叫外道，就已经在道之外。然后啊，有物可施啊，就是布施，不免福田。然后啊，生心受供，堕三恶道。所以啊，这个解说真的都是啊，跟呢他原来的都不同了。如若能谤于佛，咱拢上听呢诽谤这个佛经啊，诽谤佛菩萨。可是这边呢，竟然说，你只要说能够谤于佛，就是呢不着佛了，你已经连佛都不着了。那么求毁于法，是不着于法，求不入呢众数者啊，是不着生，终不得灭度者啊，是自用现前。若有如是觉者啊，便得华喜，禅悦之时。这个我们要了解到透彻还要一段时间。所以啊，或者说这个维摩诘经啊，看得较慢，放在我们了解的更透彻啊，再来说。然后生就问，言之于语啊，为同为异。言语呀，他问言之语，这个言跟语呀，我们还没有看这个答案之前啊，我们想想看，言跟语呀有没有一样？我们都把它连在一起了，言语语言，言语语言。可是啊，慧霭禅师呢，就解答。说服一字啊，曰圆，即理，这圆，然后成句啊，叫做语，一字只有一个字啊，叫做圆，那已经有一句啊，叫做语，那么底下都是蛮讲文言文的，灵变滔滔。譬如大川之流水，就是很会这个变就好像那个河流河川的流水一样。那么峻居叠点，如元气之请之，所以郭象好咸和，应称义海，此是语也，说讲话语，语就是这样，都是那个内容都很有那个意思在里面。那么言则底下呢就讲言，一字表心也，那个言即理呢就是表示我们的心，内住贤微，外现妙相。那么万机劳而不乱，清浊昏而常分，
齐王到此啊，有产大夫之词；闻师到此啊，上叹啊，净明之说。如今常人啊，允何能解？就是啊，没有办法去解说啊，这个里面的意义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讲的慧海禅师呢，还是着重啊，在我们的那个佛性本体。那么有僧人问说：般若大佛，般若啊大不大？就回答大。再问呢，举习大有偌大？就答无边际呀。伊大到没有边际啦。然后那个僧人在问：般若小佛，般若有小无？回答很小。那极其小偌小？伊讲看不见，有小无？小到看不见啊，大到无边际啊，小到看不见。所以或者就觉得说，这个讲的很那个意境啊。各位想一想，这个我们看很简单啊，可是你去想它的意境，他要了解般若嘛，般若大不大？很大，大到什么程度？无边际，就是无量无边，已经没有边了。已经都大到没有边。它小呢，很小，极其小，哇塞，无看，无看有小无？所以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他又问：何次是？大到无边际，小到看不见，倒位是呀？他就回答：何次不是？所以会让你会心一笑。这个呢，真的是然后啊，又联系那个《维摩经》，僧人就问说：《维摩经》啊，究竟之意，究竟他是讲什么？他就回答说：第一卷啊，是引众科十大弟子住心，就是啊，讲那个十大弟子啊，都住在形象。那么第二卷呢，各菩萨说进入啊不二法门，以言显于无言，闻思啊以无言显于无言，维摩诘啊不以言不以无言，故默然收前言语。第三卷从默然起收，又显神通作用。然后这个僧人就问啊，奇怪如是。慧海禅师就答：亦未如是，嘛不是安呢？问何故呢？为是。他就回答说：且破人执情，破人的那个固执，那个执情，作如是说。那么既若具经义。只说色心空寂令见本性。所以这个慧海禅师呢，把那个维摩经那个纲要就讲出来，说色心空寂，让我们呢看到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叫舍妄入真，把妄的假的都舍掉，进入不生不灭佛性本体真心。默相源于纸墨上呢讨义度，就是不要在语言源于语言以及呢在纸墨就是我们看的书去讨义度。忏悔净明两字变得净明就是维摩诘净明，净者本体也，明者机用也。
就是功能作用。那么从本体起机用，机相，那个功能作用，从机用归本体，体用不二，本机非失。所以古人道本机虽殊不思议一也。那个不思议是一样。那么义非一，若是净名假号，更说什么究竟以不究竟，无前无后，非本非末，非净非明，只是众生本性不思议解脱。若不见性人终身不见此理。假如说我们不见性规世人拢唔捌这个道理所以那个慧海禅师都也蛮提这个纲要。那么僧人就问说既然有性既然咧讲有咱的佛性，将出来看，提出来看卖。然后慧海禅师呢他就反问汝信有明朝佛？你相信有明仔无？有没有明天？他回答信，相信有明天这个不用说，大家也相信。那慧海禅师说，是将明朝来看，你把明仔摕来看嘛。然后他就说，明仔实在有啦，不过今嘛摕不出来，如今不可得。然后慧海禅师呢就讲，说明朝不可得不是无明朝。你今嘛摕不出来，不是无啦。如此不见性，你家己拢无看到佛性，不可是无性。不是讲无佛性。今见着衣吃饭，行住坐卧对面不是。今嘛安尼咧穿衫食饭行住坐卧，都拢甲你对面甲你拢做伙你都唔捌伊咧。所以我们了解说咱的佛性拢甲咱做伙，咱唔捌伊各位今天捌伊无？所以慧海这个禅师呢就讲说，可谓愚民如意见明朝，以今日不易。你要看明仔，甲今仔日同款，明仔甲今仔日是一样的。将性密性万劫终不见。你用你的佛性要来找佛性，安尼找袂到啦。已经是啦，有没有体会意思各位浅显，咱都已经拢是佛性对，咱要过来找佛性，安尼拢找袂到啦，都已经是懂意思吗？有亲切无？系啦，足亲切的，都已经拢是佛性要过来找佛性，已经都是了所以他又讲说，一如盲人呢不见日不是无日，生暝无看到日头啦，不是日头无啦。因为今天还有那个很多的浅显要问问题，我们留下的时间还有25分，留久一点，或许都鼓励各位这个问，像上次不是问说为什么诸天神圣这个
在弥勒祖师的前面，那我们对诸天神圣都以为说七天神仙也在诸天神圣的行列所以这样一问以后或者才去了解说它的内容诸天神圣的内容所以我们不问真的也不知道从后学这个求道以后也没有解说诸天神圣是哪些。那真正的一问了以后然后后学就这个进入我们的真理。我们现在是贤劫，圣贤的贤劫，贤劫有1000位佛，然后我们的贤劫后面有星宿劫，星宿劫也1000位佛，然后我们的前面有庄严劫，庄严劫有1000位佛。那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现在的贤劫到我们弥勒祖师才第5位，前面释迦牟尼佛第4位。那你列入到诸天神圣就一定是都是五教圣人，都是掌天盘，都位阶不低于弥勒祖师，所以我们在佛国礼节要朝拜他在弥勒祖师的前面，明明上帝，再来诸天神圣，再来就弥勒祖师，对不对？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拜的诸天神圣就是已经有掌过天盘，已经当五教圣人，那一些位阶都不低于我们弥勒祖师。我们弥勒祖师在往后不掌天盘的时候，他一样列入在诸天神圣。这样了解意思吗？按咱咧拜，咱就知影，拜就讲我们拜的就是以往掌过天盘的，以往五教圣人的那一些人，我们在拜。七天神圣不列入了，为什么？因为它有期限，它期限到了就没了就没有当七天神仙的七天神仙他也没有办法说跟掌天盘的祖师来这个比较。好，可以问。现在是这边之前问如何分辨慈心、身心、大悲心、诸事上圣心以及湛然常寂之心？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慈心慈心就是道场，慈心呢就是我们从佛性发挥出来的，完全都没有弯弯曲曲的那个慈心。那因为我们在凡尘生活的久，感染的多所以我们的慈心已经没有说像修持者那么保持的我们佛性本体所以我们现在让我们没有那一种利害关系的那一种心生发了以后我们又更深入我们那个真心的领域，所以才会有那个身心、慈心、身心、大悲心。你一直那个真已经排除妄，已经排除我们的凡尘用的那个四心了，已经排除掉。所以我们从直心进入身心，然后又进入大悲心。我们要了解说，进入到大悲心已经是那个菩萨心那个已经是兼善天下。所以我们要了解说这个
它有很大程度上的不同。慈心是我们原来的心没有那个沾了污垢。然后身心是我们要把我们这一个原来的这个心要加以来发扬光大，然后才进入大悲心。大悲心已经是菩提心，已经是菩萨的那个兼善天下。所以我们在慈心的状态，我们要兼善天下，还没有那一种等于是还没去计划说怎么样来做。你到大悲心的时候就已经呢都具备了。要怎么做呢？都具备了。然后我们又讲到说常住真心。那个常住真心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你慈心、身心、大悲心因为它全部都是从常住真心生发。常住真心它是不管几个年会，不管几个朝代，那个常住真心都在，全部都在。所以我们要兼善天下，那已经是有形有相。可是我们常住真心它是永远永远都不生不灭，永远都如如不动。所以不同的地方呢，我们就是了解在它的功用。可是那个功用又不落入我们完成所认知的那一些功用，是从本体所发挥的。好。第二个问题，为何不来而来，和不去而去是中道？我们的那个维摩诘里面文殊菩萨呢他有说不来相而来然后呢这个不去而去。可是他在讲那一个并不是说不来而来，不去而去是中道，不是这样，而是说不住在形象，不住在呢我们看得见的形象。因为我们佛性是充塞整个宇宙虚空，不用来也不用去啦。要不要来去？不用来不用去。说像或许从基隆来有身体嘛，从基隆来有来，然后有去。可是我基隆也有佛性我这边也有佛性我到哪里都有佛性我佛性不用来来去去不用。所以在讲说不来不去，那已经是在讲佛性的。那你讲到佛性本体的话，它如如不动它充在整个宇宙虚空如如不动。那我们要了解这一种状态是讲佛性本体，就不要再讲中道了。在讲中道的话，是说我们在凡尘这个有两个，然后我们取其中它还比这个还比较粗浅一点，这个还比较深一点说呢我们能够进入到没有来相也没有去相，就已经是佛性本体认知我们一定要这样认识。第三个问题，符咒为什么能产生作用？这个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那个咒语就是修正者心灵结晶。他修正了以后，他的心就是经过的修一定有过程的那一些所得，就是经历的成就。那经历所有成就，他往后就想说也帮助在修的人也一样都能够克服万难所以他讲出来
那一些咒语啊，就是表示说，他已经经过千锤百炼，所以啊，就像我们那个石为户一样，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啊，肉等闲，这个浑身碎骨啊，全不朽，留得清白在人间。那个咒语啊，就是留得清白在人间。然后我们呢，从那一些咒语里面呢，去持诵，跟那个修持者感应，他来帮助你、保护你，所以它会产生作用。可是一定你要诚心呐，你在诵咒的时候啊，要心跟咒合在一起，这样一诵的话，你跟那一个说咒的那一个感应的，它帮助你，当然效果就呈现。第四个问题，撒豆成兵是怎么回事？那个撒豆成兵那个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是我们凡尘啊。假如说你看到有人家，迄个安尼有诶用诶竹啊，长长啊，竹到尾有白旗啊，有无？有没有？你看那一些啊，那个就是他有学那个一些法术啦，有迄个法术因为他也要那个等于是说养兵，养一些兵将。那养一些兵将我们要了解到说像我们国家养军队一样啊，要不要给他们吃？一样，你就是要去给他们生活上怎么过，然后真正的要打仗才用啊不是拿来打仗的时候，有时候生命都会失掉了嘛。所以你养兵的时候就是要了解到就是要有那一种这个资粮那个等于你学的时候你不可能说因为他们也都没形象了，可是因为都很固执啦，他很固执的话，他一定要有东西呀。你要学到撒豆，你就是一颗豆，然后可以变成很多然后很多去满足那一些你养的那一些兵将让每个兵将他都有饭吃，他都可以过生活所以那个所以要了解到那个真的是，而且因为在后天也经过那一种事情，那个一点点的东西一撒了以后整个这个虚空之间的那一些无形气体他们全部都假罢，全部都能够得到满意所以你就是要学到真正的真实功夫，才有办法能够撒豆成兵。我们也不探讨这个啦，这个是这个后学在后天庙遇到的。第五个问题，为什么有些以正悟者，如王凤于善人，夜间可以不点灯，光亮有如白天，是佛光吗？这个各位先生不是有听那个普里一个林讲师也来这边讲过正贤观有没有？然后后来他不是跟各位说吗？他已经那个连这个晚上晚上睡觉都是很亮嘛他就盖棉被把棉被整个头都盖起来，结果在那棉被里面也很亮，他变得很苦恼，有没有？或许后来还请他起来讲，
说哦，大家要看你那个很亮是什么状态。伊讲买啦，卖学黑啦，伊即摆足艰苦的，有没有？所以啊，那个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假如说已经训练到自己呀，能够纯阳的话，它没有阴啊，所以它不管在什么时候，就好像那个美国发明那个红外线，你在那个你装的红外线来看晚上，你一看了以后像白天，没有说看不清楚的啦。因为或许当装甲兵那个战车啊，从越南推下来那个战车啊然后我们进去看，晚上进去战车里面看那个红外线啊，竟然是白天呢，外面什么景象非常清晰耶。可是我们出来外面看，黑漆漆一片，真的就这样那我们假如说能够修或者都讲或者不希望我们去走这一种那一种就是比较神通的路线它佛性里面自然有你假如说已经呢，大概你可以都修到成阳了。阴我们是半阴半阳，你阳一直培养一直多，多的时候你那个敏锐度等于说晚上的那一种景象你也看得很清晰，就好像白天一样。那个自然的就好，不要追求。你假如说要追求，你做正天观就可以到达，而且又可以看到7天。你要看那个那个夜摩天、多帅天、热变化天、他化自在天，或是那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你做正天观就可以看，就可以去那一些天。可是不要了，为什么？会住相，你也去看到放不掉。有我也有看我们又是这样，都是以眼见为准。有我有看。有看放掉了，无你要安怎要安怎升到迄个无极的本位，有看。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你能够看我相，你所看到的法相，或者不是一直讲吗？有没有？讲那个达赖喇嘛跟那个佛学博士对谈那个吗？当然，你讲我会晓背因为北部跟后者说恩赐已经会背了。我说好，不要讲了。所以呢，我们了解到你要真正的晚上见物我们不要去追求，让它自然呈现。只要你都培养那个阳就好了。第6个问题，有讲师提过，淹大水时，有人发挥潜力，把冰箱堵住，抬到2楼。请问发挥潜力是佛性的关系吗？或者讲的那一个是或者这个蛮早，那个时候还大概民国大概90年左右了，民国90年10几年了，对不对？10几、90、100，蛮久，差不多那个时候，那去斗南讲课，刚好斗南说很少遇到淹水啦，那个是佛堂，那个佛堂呢刚好就都坤到佛堂，有一个姓蓝，他有来这里听课有来过一次来这里听课，或者那个时候没有去想到说要把这个讲出来，他一个人然后淹水了他把那个冰箱从楼下一个人抱到2楼，等到那个水退了，他把那个污泥洗一洗要去把那个冰箱
拿下来，拿不下来，拿得上去哦，拿不下来。我们拿下来比较简单，对不对？可是那拿不下来。有来这里听课，那个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人的潜力啊，我们很少发挥到尽，很多啊你看我们就可以用想象，你拿在红绿被人追的时候，本来有一条小沟了那个还蛮宽，平常你都不会想说我跳得过去啊，被人一追了以后啊，冲着是不是一下子跳过去了？你就要了解到那个发挥潜力啊，发挥我们人的潜力，我们潜在的力量是蛮大，可是都没有用，我们没有把它用出来，要到紧急状况的时候才用得出来，所以我们要了解那个我们就可以想象到你，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也是可以尽量发挥能够做多少的尽量做这样的话我们的潜力都一直在用，一直在用你久不用神仙啦，要用不出来还有吗？佛性不在身内，不在身外，不在中间，遍满虚空，无所不在，为何还要打开玄关窍？我们常跟有道人讲，归空时灵气要从正门玄关出去，不要从眼耳鼻舌肚脐泥丸宫出去。既然无所不在，为何还要从那里进出？出去了又到哪里去？不是虚空吗？这个问得非常好，因为呢，我们也都会有这个疑问可是要知道，我们佛性存在整个宇宙虚空，可是那个是已经我们在本位的状态，我们所有整个虚空都是佛性我们要了解到，那我们现在有身体，落入凡尘有身体，我们的身体由来是造业，造业来的所以我们造业来这一个是众缘际会而显现的这一个缘我们要知道说你假如说没有经过那个修正，没有经过修正的话你这个身体虽然说死掉了，那还要再来，是有六道轮回。那我们从这个自有历史以来，你要真正的又回到我们本位，说不用这个点到，就是不用受记了。那个又要等到七佛治理完成的时候，等到三佛收圆我们一定呢要有领天命的祖师来受记像我们各位要知道我们那个来点到受记的时候，是我们佛老师佛老师领有天命，他才有权变打开我们玄关我们打开玄关我们这一个身体才可以归还给天地四大家和，我们就不用再落入六道轮回所以各位要了解到说，我们那个求道就是受记受记才有资格回礼天所以我们假如说在凡尘你修得很好，可是你没有求道，就是没有受记上天不承认你修的说再怎么好没用你等到下个缘会再来，因为这一个缘会在我们佛老师跟师母是最后那假如说已经涅槃就没有了，你要求道也没有机会了就是要离开这个苦海也没有机会，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求道是很殊胜很难得因为或许在后天庙有17年
所以那个时候啊，就了解说你要受记啊，那个很难呐、要你经过3代的大法师，就是已经能够讲经说法3代，然后啊又来修然后修到真正的又真的成就了然后啊那个已经成佛的才来给他受记一受记啊也就马上回去了所以跟我们现在先得后修是不一样，以前是先修后得，先修再得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为什么要求到要经过那个点贤就是说，因为我们有造业，落入凡尘受苦，那个是了业。你了业这一个中间，你没有修持，没有受到那个祖师的受记呀那你没有办法回归本来。所以各位一定要了解，那个一定非常重要的关卡。下课。各位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浅显，大家好。佛学当道天师的老先生大德，以及感谢呢各位浅显给佛学机会学讲。我们呢讲到这个修道具体啊，第几了？我们讲到第几？24吗？好像24讲过了25也有也有讲过了25好，那我们从25开始讲。僧人呢就问这个慧海禅师啊，说既然有幸将出来看，也就是说，既然我们都讲有佛性，你把佛性拿出来看看。然后慧海禅师呢就回答说：汝信有明朝佛，你相信有明天吗？这个僧人就回答相信。那慧海禅师呢就跟他讲，释迦呢明朝来看，你把明仔摕来看嘛将明天呢拿来看看。他回答说明天实在是有啦，可是如今不可得。慧海禅师就讲说明朝不可得明天呢得不到，不是呢没有明天汝自不见现不是呢没有佛性你自己不看见，自己不领悟。那么今见呢早已吃饭，行之周卧，对面不是。所以现在我们穿衣吃饭，行之周卧那个呢就是我们的佛性我们对他呢，可是我们不认识。那么可谓愚迷。那么如意见明朝，你要看明仔，以今日不易，明仔较今日同款。将性逆性，你即马已经咧用的就是你的佛性，你用你的佛性要过来找佛性，那万劫总不见，这个再怎么久你都看不到，一如盲人不见日，这个眼瞎的呢看不到太阳，不是呢没有太阳，这个是25题。那26。那个僧人就问慧海禅师：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也是很高的这个境界的，无法可说这样呢就叫说法。那禅师如何体会？然后慧海禅师回答说呢，无法可说呢，这个就是般若体
般若体呀，它已经呢就是无法可说。它般若体呀，毕竟清净，无有一物可得，没有一个东西可以得，是名无华。那么即以般若，空即体中具河沙之用，就是我们那个般若妙智慧产生出来的，那个整个应用就好像河沙那么多，所以般若空即体中具备了河沙之用，即是呢无事不知，是名说法。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般若妙智慧具备了什么都知道，这个就叫说法，所以讲无法可说，是名说法，这个程度是很高了。那么第27，僧人就问说禅师相信无情是佛，无情是佛是吗？那慧海禅师回答说无情呢不是佛，所以相信无情是佛，那个呢不对，所以他说不信。若无情是佛者，假如说无情是佛，那么佛人应不如死人。我们活的人好像呢比那个死去的人还不如。那个死驴死狗应胜于活人。那一些死的东西都比我们活的人还要好。所以经有记载，佛身者即法身也。所以我们了解法身以法为身整个虚空呢，全部呢都是我们的法身。那个这个法身从戒定慧产生的，从三明六通产生的。所以这个三明呢，是以宿命、天眼、肉尽。那么六通呢，是以天眼、天耳、他心、宿命、神主、肉尽，六通。所以我们的那个佛身是从三明六通产生。那么从一切的善法产生。那若说无情是佛者大德如今便死应作佛去。所以这个呢，我们要了解说，我们以往一直在讲，说山河大地整个虚空万象，是我们的佛性所生发，是佛性的功能作用。他这边呢，就讲无情就是佛，就是把无情当成我们佛性本体啦。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地方能够分辨，能够了解，差一点点功能作用跟本体不一样。那无情是佛是把无情当成佛性本体，差别一点这边不是，是我们佛性的生发功能作用。那么第28，僧人问。为神一切名相及法相，以之以末，如何会通，即得无前后？就是已经一体，没有前没有后。然后慧海禅师呢就回答说：一念起的时候，本来无相无名。我们起念头呢，没有形象，也没有名称。何得说呢有前后？怎么去说它有前有后呢？那么不了名跟相本见，名跟相它的本来就清净，然后我们忘记有前后，就是记前后已经不对了。故名相的关锁，非自要不能开。这个名相那个关卡
我们一定要有智慧，有般若妙智慧啊，才可以打开。那么中道者啊，并在中道；两边者啊，并在两边。所以呢，我们就是很容易住相，想到什么就住在什么的相。那么不知现用啊，是无等等法身。我们现在所用的就是这个无上最高的，也没有跟它平等一样的这个法身。迷悟得失啊，常人之法，自起生灭，埋没正智，背却般若波罗蜜，就是我们自己把自己的妙智慧已经放到背后了，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迷悟得失这个是我们世间人的方法，我们自己生灭埋没我们的般若妙智慧。那么第29条人问这个律师慧海禅师何故呢不信禅他就慧海禅师回答说理幽难显，这个理它很幽暗幽隐很难显现明显名相的义词，名跟相很容易我们来受持。那不见性者所以不信不见性呢，他就不相信这个禅。若见性者号诸为佛是佛之人方能信入我们呢相信了才能够相信进入。那佛不演人，而人演佛佛呢就跟我们在一起，可是我们都自己把佛远离了，而不认识他。那么佛是心作佛是我们的心在做佛。迷人呢向文字中求所以我们向文字中求的话，就是迷昧的人。那么悟人呢向心而觉，我们只要向自己的心能够觉悟那个就是佛。那么迷人修因待果迷昧呢修了因等待果报。那么悟人了心无相领悟的人呢了解说我们的心没有形象。那迷人执物所我为己就是执着物就是东西所知这个四大假合的我认为是我自己。那么悟人般若应用就现前这个是见前就是显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见这个是领悟。那么以人执空执有执着这个空执着呢有就生智，智呢就是阻塞道呢就是要通流通通达才是道所以不能阻塞不能执着。悟人见性了相灵通见到佛性，那么了解形象呢由佛性所呈现，所以灵就通了就整个都融通了。那么前会辩者口皮就是用很大的力道来跟人家辩论，那个嘴巴会很疲倦疲劳，大智体了心态有大智慧的人体会了那个心很泰然就是很安泰菩萨呢触物思照，菩萨呢看到呢这个东西然后都能够了解说这个呢物是给我们人用
就像我们身体呀，四大假合是给我们人用，我们借着四大假合的身体来修道，可以把佛性给修正出来。所以啊，触物啊思照，声闻怕境呢昧心，这个声闻就是呢小乘佛法，他怕呢这个景象，然后啊迷昧了自己的心。那么悟则日用无生，领悟呢就在日用之中。那我们的佛性啊，它没有生，也不会昧，所以啊日用之间啊，我们都已经在应用。那么迷人见前隔火，迷昧人看到眼前跟火啊就已经有隔离了，不知道呢整个啊都是佛。我们眼前啊，整个都是佛，不要隔开，一隔开呢，就看到形象，看不到佛。那么第30条，说人问啊，如何能够得神通？然后慧海禅师回答说，我们的神性啊灵通，遍说呢杀戒，所以我们了解啊。我们的那个神性它很灵通，遍满周遍啊整个所有虚空一粒沙呢一个世界，所有的世界啊都是我们的佛性灵通山河石壁啊来去无碍山河石壁呢没有办法阻碍阻挡我们可以来去自由，来去呢都没有障碍，刹那呢万里我们刹那之间就可以到达万里所以我们心一念越南在暴动，我们已经到越南了那个叫万里很快，往返无踪去跟回来都没有踪迹可以寻找就是很快佛不能烧，水不能溺我们那个神灵佛烧不着，水呢不能溺这个我们的佛性以人呢自无心智，说愚昧的人自己没有这个智慧，易得四大飞空，就是要看见我们的身体可以飞到虚空所以要了解到身体可以飞到虚空吗？不会去摔倒来死翘翘对不？所以唔通飞去那最后一条31，世间呢知法如幻，凡尘所有的万法都是幻，就是本来没有，然后有了，有了以后又没有了所以知法呢都是幻。那么生死犹如雷电，我们的生跟死就是很快，好像那个打雷那个闪电一闪就过了，一生呢就过去了。那么法身呢自在圆通，我们的身体有生死，我们的法身没有生死，自在自由自在，又能够圆通。那么出入山河无间，就是出入山河它没有把我们隔开的那个空间，不会，我们可以呢进出山河。那么颠倒妄想本空，我们呢在妄想我们颠倒的时候那一些都本来没有的，都是空所以颠倒也是空，妄想也是空，所以要知道全部都是空，空了以后我们就不会住相也就不会颠倒，也就不会妄想。
那般若无迷无乱，我们有般若妙智慧啊，就不会迷昧，也不会呢散乱。我们在凡尘啊，这个神呢都散乱，那我们有般若呢，就不会散乱，不会散乱，处理事情啊，就井然有序。那么三毒本是解脱，三毒啊就是贪嗔痴，贪嗔痴啊，它本来都是解脱，它没有要依附啊哪一个人，是我们自己找来啦，我们把贪也找来，嗔也找来，然后痴也找来，然后自己受苦啊，自己受烦恼。是不是贪嗔痴都解脱了？解不解脱？我们不找他来的话，他不会来，对不对？所以啊，三毒本是解脱。那么何须呢？摄念啊，观察。因为我们当下都已经是到达最高佛的程度，不用呢再摄受我们的念头。这个摄念啊，就是我们有妄念，我们有妄想的时候啊，才要摄念。没有的都是佛的，所以就不用何须摄念啊？观察。我们呢就是心不集中，都是散乱，才要观察。既然都已经集中了，都已经到佛的本位了，就不用。只为迷与人不了，只因为啊这个没有用智慧的人与人不了解，从他觉力啊截断，因为他不了解到这样，所以要建立这个觉力啊来截断他的这一些贪嗔痴他的颠倒妄想。从觉力啊，把它呢，去除掉，去除它的贪嗔痴，去除它的妄想颠倒，不是寂灭真如，何时得登彼岸？假如说我们不认识啊寂灭真如，就是我们的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假如说我们不认识，那何时什么时候呢？得登彼岸？什么时候才有办法到达清净的彼岸？意思也就是说，没有了。你不认识的话，就没有时间啊，可以等到清净的彼岸。那假如说我们认识啊，寂灭真如，认识啊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那已经就在清净彼岸了，不用呢，再这个来来去去，不用再找，然后呢，不用再等，不用，已经在清净的彼岸。那么智者无恶可断，智慧的人他没有这个恶可以断，因为有智慧呢。他不会行持啊恶，没有智慧才会作恶，所以没有智慧才要去掉恶。那有智慧呢，他没有恶，运用啊随心和善，我们在运用完成的所有一切啊，都随着我们的心。随着心和，随着心善，所以只要我们有智慧呢，我们应用的呢都是帮助众生，都是使以善，所以那个应用啊，都在善的这个方向，你应用恶呢，那也是一样，跟你的心和善，那你造下来的呢，自己呀，要去承担祸果。就是要受苦，所以我们了解啊，凡尘本来都没事啦，我们自己找事。那法性呢，本来空寂，
这个法性啊，讲的呢比较宽广。我们人呢，大部分讲佛性啦，法性啊是包括三河大地、万象、万事，都把它容纳在里面，叫做法性。法性本来空寂，本来啊就没有变化的，它本来都是如如不动。不为啊生死所怕，不会呢被这个生死啊所羁绊。我们呢要了解到，我们只要住相了，我们只要迷昧不用智慧了，我们呢就被凡尘的现象啊所羁绊，给咱白条条。若欲断除烦恼，此事啊无明痴汉。假如说要断除啊烦恼，那么假如说有这一种念头的话，那是无明痴汉，很笨的那个人啊。为什么？因为烦恼是我们自己呀佛性所起的，你会起这个烦恼出来，表示呢你在无明之中。所以我们要了解，只要无明都明了，都全部明理了，烦恼即是菩提呀，没有烦恼。所以底下呢就讲烦恼呢即是菩提，何用呢别求禅观？实际无佛无魔。实际上呢没有佛也没有魔啦。我们都回归本位了，没有佛也没有魔，没有，全部都没有。各位会不会怀疑？没有佛，我们求什么最高程度了，没有名相，没有名，没有相，没有形象，我们已经呢在无极理天的状态。回归本位了，没有名，没有相，已经呢，是很安稳的。那么心体呀，心的体无形，无断。我们心的体没有形象，也没有分，一段一段没有。这个呢是或许想说，我们《金刚经》已经讲了一半，可是我们对佛性本体的认识还不很透彻，所以就写出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金刚本性。那还有或者有在写那个历代那个祖师所传的那个句，一代祖师传给一代祖师呢都有句，正在写啦。写一半而已，往后呢写好了再拿来给各位看。那我们呢就回到这个《金刚经》第14分。各位浅我们讲《金刚经》第14分。讲到哪边的？还记得吗？好像我们这一段隔了很久有没有？这个又法会了又母亲节了然后我们又办研流会了然后有很多事好像休息了很久，都快要接不上了。我们呢是讲到那个见种种色了，那或许再呢把这一段是蛮重要的又呢这个解说一次这个释迦牟尼佛跟须菩提讲，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耳，即无所见所以我们就了解到，菩萨心假如说住在法，这个法呢包罗万象，
不管是这个有形无形啊，只要是有，它就称为法。这个至于法行布施，布施啊，我们有财施、有法施、有无畏施，那么如人入暗，为什么呢？因为还在无明之中，住在法，我们都在无明之中啊，这样了解吗？那住在无明之中暗搜搜了，都无所见。这个无所见呢，就是见不到真理呀。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佛呢跟须菩提讲，那个菩萨呢是我们所有众生也是菩萨啦，是跟所有我们众生讲，说我们的心啊，假如说有所住，那么有所住啊，就已经无明。所以无明的时候啊，我们假如说有行布施，那一样呢，无所见，就看不到真理呀，真理呢都看不到。那么若菩萨心呢，不自法而行布施，如人呢，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假如说我们心啊不自法，已经呢心都不住在形象，心已经不住相，那心不住相就已经见到真理了啦。所以呀，就好像我们人啊，有眼睛，有目，日光呢明照，就是我们智慧之光啊，它可以整个啊，都这个明照，我们智慧啊都呈现，可以见到种种的那个形象，种种的色啊都见得到，表示说我们呢智慧啊都已经可以启发，所以这个很重要。我们一般呢住相啊是生活上的习惯性，所以要了解住相就是无明，然后我们离相，不住心已经不住法，就是离相，那离相啊就是佛了，所以般若妙智慧啊就已经呈现。那有般若妙智慧呈现我们已经看到道，已经见到道，道都已经见了，所以见得到，我们该如何行持就了了分明，就非常的清楚的告诉我们要怎么做。所以那个时候来布施啊，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呢，都很恰当。所以这一段或者说文字啊，是不怎么困难，可是我们要做却也不怎么容易因为我们住相非常习惯，要我们不住相好像蛮困难。这个呢，就是要训练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都不住相，告诉我们完成一切都是变化无常，不要住相。我们住了相，都还在相里面不动，可是真正的形象它已经变化了，我们都还住在旧的相，所以跟不上，跟不上真理的脚步，所以不住相。不住相各位学姐有很多的好处啦。我们比如讲，我们住在语言相，刚好我们这个受到别人的冤屈呀，在骂我们的时候，那个语言相那个很厉害，对不对？我们一定会这个产生很大的那个痛苦，我们都离相。文字相、语言相都离了，伊咧骂就歹听，
哦，迄马较实在吼，用要安尼本咧涂骹落，啊，因为你都离相，你看伊喙咧叮当，啊，你已经离相了吼，你伊毋知影咧骂啥，啊，你拢袂艰苦，对无？很实际哦。以后吼，人若咧甲你骂，你看人啊咧面足吼欢恶的时阵吼，咧甲你骂吼，你就赶紧离相，赶紧语言相拢离开，吼，不住在语言，伊咧讲啥我拢无听，是有听啦，但是拢无入心啦，吼，拢无入咧心肝内底，吼啊，所以啊吼，你都不受影响。啊无吼，讲一个上简单的啦，吼，毋袂讲好，你足心拄呢。啊，咱若是想讲好，迄拄四骹落地，有艰苦无？迄上袂了上好听的啦。啊，所以吼，我们了解到，吼，这个是我们离相的吼最明显的吼那个啊。得到的好处，心平气和。啊，你若讲吼，真骨来咧听嘛无要紧啦，吼，听到有听到啦吼，啊，离相都慢一步了，也袂离相。啊，你着要赶紧吼，吼，较转过来讲，哎呦，狗仔咧吠呢。记得哦，唔通旧的甲伊背倒转去哦，哦，好不好？很好哦，你看，啊有人骂到咧骂，啊就唔通，哦骂倒转去啊吼，唔通做狗啊共款，旧落去骂倒转去，安尼来哦，心平气和啊，对不？对不对？然后啊，对方看你，哎呦，甲你骂遮歹听，过到你拢无反应，伊会歹势呢？会不会？哦，伊没会歹势呢？哦，啊，所以啊，我们生活上啊，不住相，哦，真的好。啊，人若甲你娱乐吼，我那不住相嘿，啊无吼，人若是咧娱乐吼，骹算跳起来对无？会骄傲啊。对不对？哦，迄嘛袂使哦，哦啊，所以不住相，哦，不住相以后啊，不管是人甲你学了，人甲你骂，哦，拢无影响，如如不动，心平气和。你看修道是不是爱安尼？对不对？最起码的嘛，哦，这上介简单的啊，哦，啊，咱应对就要应对啊真圆满，哦，拢无得罪人。对不对？啊无吼，相骂无好话啦，对不对？哦，所以啊，过了就好，过了就没事了，啊，我们了解的时候不住相，哦，不住相呢，就如人有目，就是已经啊有见到的眼睛，你看得到啊，得你看到，哦，啊，眼观来得，伊是种请你看看，哦。规个呢都会当包容整个道，它可以包容所有天下的一切。哦，咱都会当想哦，咱凡世间歹人嘛，哦，所以讲无讲真济嘛是有啦。啊，天地吼，伊拢无甲管。你看天地敢有管讲你歹人我无你大，有没有？嘛是好大呢吼，你看有看无？啊，这就是道啊，就空话。哦，你不好了，我能够容纳，哦，能够容纳。有一天你会改过，哦，有一天你会行善，哦，然后啊，整个呢圆满。所以我们要了解说，不住相，哦，是最起码，哦，咱就要伫个生活中间，哦，拢不住相，哦，啊，就很快乐啊。哦，自然是哦，心平气和，哦，它自然呢，心安理得，哦，心都安了，哦，那个理呀、就是道，哦，心安呢就已经得到了。
那么底下佛呢跟须菩提讲，当来之事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则为如来以佛智慧，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所以我们这个了解说佛呢，就跟这个须菩提讲，说当来之事，不是讲今嘛，讲后日啦，后拜，他就希望这一个经呢能够流传，能够呢一直绵延不绝啊，一直流传。所以呢，说当来之事啊，假如说有善男信女，能以此经受持读诵。各位想想，此经是什么经？金刚经是什么经？对，就是我们佛性本体呀。所以假如说当来之事啊，有善男信女，能对于我们金刚本性，能够受，能够持，能够读诵，我们对我们的金刚本性，接受我们自己金刚本性，那个叫受，然后持就是把它拿出来应用，能够受，能够持，然后读诵就是要利益众生，能够自己接受，然后又能够拿出来用，又能够读诵，又度化众生，则为如来。这个时候就是已经进入如来，进入我们佛性本体，我们佛性本体就是如来。如来就是我们本身妙智慧如来，则为如来以佛智慧，用我们本身的般若妙智慧，然后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全部都可以成就，所以这个各位先生，成就无量无边功德是什么？就是成佛啦，正确。你能够受持读诵，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成佛。这样了解意思吗？所以《金刚经》很亲切啦，只是说我们都没有深入的加以探讨研究。那假如说我们深入的加以了解，那么所有讲的都在讲我们金刚本性，都在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那我们最缺的也就是般若妙智慧。因为我们在凡尘跟人家交际应对大部分呢我们都会怕吃亏所以会用心意识，心意识用久了以后我们就变成勾心斗角，那样的话人与人相处就丧失那个诚。那个诚心诚意就没有。那我们丧失诚心诚意，就知道说做人价值都没有了。人的价值咱活伫凡世间要创啥？无意思啦。所以我们了解，假如说我们在凡尘只为了追求我们物质的享受。然后来完成结个婚，生个2个孩子，然后就死掉了，这样有什么意思很怕生。我们能够到凡尘来，那个因缘要很多记住了，
很多的三因缘具足哦，才有办法哦，有人的身体，哦，又可以啊遇到上天他来普渡，我们呢，佛老师啊，又长道盘，我们又求到了，我们又呢，研究上乘佛法，这个啊众缘都已经呢具足了，很难得啊，各位就可以想象。我们啊，完成有60几亿的人口啊，我们能够研究上乘佛法，有60几百好了，可能也到60几个人而已啊。虽然我们在拼都还没有深入啊，那不算。真正的算的，你能够透彻了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多不多？真的不多了，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就希望啊，化这个娑婆世界为莲花榜，希望呢所有在凡尘的众生啊，都能够成道成佛。我们要知道现在的天灾人祸真的是绵延不绝了。每一次我们看到都是200-300个人死亡，有没有？什么矿灾啦，什么船难，连飞机飞也找不到了。一飞啊，就不是200多个人嘛，239个人不见了。那个韩国船也沉了，还叫人家不要动，那么担心真的是是不是灾难？然后那个土库曼那个一地震了，一垮了，说已经都挖不到人了啦，有万人，然后就变成坟墓，大坟墓。然后这1-2天又有那个矿灾，又200-300个人又死亡了。现在死都是2-300个，保罗2-300个，你看多可怜啊！都已经有人的身体在完成了，可是遇到天灾人祸，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大地不能依赖，然后房子不能依赖，物质不能依赖，要依赖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一定赶快修正。修正到已经条条大路都通一点，这样才可以不要两眼一闭我没有路可以走了，那糟糕要赶快努力所以这个时间1分1秒一直经过，很快的。纵然都没有天灾人祸，我们也会一口气不来对不对？很快呢。或者又在想71岁了，所以这个前就在讲，这个你外面没得听的啦，你今晚唔进来听那个在讲那个71岁，或者一听哎呦，我求生意志很强我要带大家都成佛嘞，不能一下子我都撒手不管，不可以耶，我都一直要求生，然后告诉大家怎么样来修，可以成道成佛，所以我们要了解本性修不得的，我们所修是我们累世6道轮回所累积的脾气毛病。6道轮回所累积的贪嗔痴，6道轮回所累积的骄傲，
以及怀疑，这一些全部去掉，安尼就好啦。这样若去掉就成佛啦。安尼有简单无？脾气毛病是我们可以去掉的，对不对？贪嗔痴慢疑是我们可以去掉的，对不对？骄傲、怀疑是可以去掉的，对不对？都可以做到的啦。我们为什么不做？我们想想看，我们为什么不做？我身心安宁了，真的是这样吗？咱生性拢是混的，唔是生性讲脾气毛病一大堆呢。所以一定呢，要知道说没有，我们本性没有脾气毛病，我们本性没有贪嗔痴，也没有骄傲，也没有怀疑，都没有的。之所以有，是我们六道轮回所带来的。那我们要了解这个六道轮回是我们造业一直在绵延不绝的轮转。那我们都去掉它，不要。这一些东西不是本性所有，我们把它去掉。就清净了、光明了、恢复了，都是佛了为什么不要？所以要不要做佛，是不是我们自己决定？对不对？自己决定。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内心产生信心。我可以成佛，我可以成道，时间早晚绝对可以。我已经开始努力在做，脾气毛病我尽量去掉，这个对我没有利益。我发脾气对我没有利益，对别人有损害，那我何苦去做？不做。没有什么委屈的。这个是自己不好惹来的。脾气毛病都去掉。然后贪嗔痴也去掉。我贪个什么？一口气不来，什么也不是我的。都拱手让人，那何苦去争不争不争。贪嗔痴都没有。然后也不骄傲，为什么？都出去做人有什么摇摆？然后你都了解真理了，修得很好了，那这么多众生都还没有这个求道得道修道，那你骄傲什么？所以没有骄傲的本钱。真的要努力自己修，自己努力度人，这样呢，我们一生价值就有了。这世人有价值，活了有价值。咱安尼咧做，较使一口气无来，已经没有愧疚，对得起天，对得起地，对得起人，可以了。我们想想看，我们做到了吗？还没还没做呢。几岁未少咧。所以就要及时当下。马上能够做，自己可以改的马上改，可以帮助人的马上帮助，一定呢都可以做到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说，到凡尘来，难道很不容易，要遇到这么殊胜因缘？你看我们佛老师都苦口婆心，一定要研究心理心法，北部的前贤有在埋怨老师为什么在南部开心理心法班，不在北部开。你看我们都信儒，知道信儒吗？我们有的说，哎呀，也不爱提呀，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要把握，真的这个上天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一定要好好把握，努力修持。然后呢，我们就讲这个第15分持经功德分。
这个持经功德，就是我们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金刚本性啊，把它拿出来应用，这个叫持经，把我们不生不灭的金刚本性啊拿出来应用，在生活日常生活之中，自己利益自己，然后又兼善天下，这样呢才有功德，不是我们这一本拿着持经，然后就有功德了。你这一本拿着一直你一直拿着它，一直到一口气不来啊，有什么功德？你也就生的啦。你拿了这一本持经啊，你会很疲劳的。所以一定要深入持，就是要拿出来用。经就是金刚本性，你拿着金刚本性出来在生活应用，那个才有功德啦。我们能够呢修正自己，改正自己，然后身教，然后又呢帮助别人，教化别人，这样呢兼善天下，这样才真的有功德。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的这个见性是功，平等是德，我们一定呢就是要平等，不能有那个高人一等的那个观念，大家都平等的，佛性都一样，不管什么职位不管有钱没钱都一样的，大家都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到说，我一定要使自己见性，也帮助众生呢能够见到佛性，能够了解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进入佛性本体，然后能够发挥它的大用，帮助众生呢解除解除所有的烦恼。这样呢，我们的生活就有价值了，生活就很有意思，不然我们一天，这个开始吃早餐，然后就烦恼中餐，然后过了就晚餐，然后过了就睡觉，然后又明天又早餐，不是每天都一样吗？我们就这样一生就过了，有意思无？实在真无意思所以一定要记得最有意思持经功德你受持你自己不生不灭金刚本性，然后你拿出来用修正自己，帮助别人这样的话呢，那个真的就有意思了就不是光每天三餐一天过一天很快一生就过了，一转眼一生就不见了，所以一定呢，我们要好好应用我们金刚本性。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吃入分，吃入分呢就是早上，晨，以恒河沙等身呢布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这个用身体来布施那个已经是布施的最顶点，因为身体是属于内财，我们所拥有的钱财是外财，外面身体外面的钱财，那个布施都很容易你要用身体来布施那个很困难。我们最爱者身最重者命，用生命来布施，那可以说拿自己最珍贵的东西来给人，你看是不是很深重的？我们能够把自己最珍贵的然后布施给人，
就等于你是可以无所不语，什么都可以布施，什么都可以给人。所以这样的生活态度我们就是了解到，已经都无私，没有私心的，都是希望能够呢，这个帮助别人。我们真的能够帮助别人，我们要了解到，受帮助跟帮助别人那个感受是不一样。我们接受帮助当然很高兴可是我们能够帮助别人的话，那更高兴。各位假如说有实际经验过，当人家问你这个路怎么走，你刚好知道指点他的时候，你告诉他怎么走，然后他已经朝目标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很高兴？对不对？这个呢就是表示说呢，施者比那个受者有福福更多了。所以我们了解说人与人之间所最珍贵的就是那一点那个互相之间的那个情分一样灵本同体，大家都是一样的都是众生，都是同胞所以我们了解说能够以身体来布施那个已经布施的点点。那么中路分就是中午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还不止一个身用恒河的沙，一粒沙一个身早上也用那么多的身布施，中午也用那么多的身布施，然后后路分就是晚上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这个都是生生世世都是用身在布施这个可以说非常难做很困难去做那佛呢说这个底下的意思才是重要，说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这样无量的百千万亿劫一天那么多的身来布施还不够还无量的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若不有人这个是用比较法了，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其福甚彼用那么多的身来布施功德当然很大。可是呢，佛讲说呢，假如说有人已经呢闻此经典，已经听到我们不生不灭真心佛性那个金刚本性信心不逆就是相信不会违背那个不逆就是不会违背的意思相信我们自己金刚本性，然后不会把它置之度外。只有这样其福就胜过于那个百千万亿劫的以身布施。那用身布施我们可以说很难做到可是要相信我们自己金刚本性容不容易？相对的非常容易，对不对？那佛又讲，你能够相信你的金刚本性你的功德就超过无量的那个身体布施，就告诉我们那么多的身用身体来布施你一样还是在现象界你没有办法超越你相信金刚本性你相信了，你可以修，可以成道成佛，可以脱离现象界，可以回归到无极。
是不是已经功德就胜过无量的身体布施，对不对？所以我们从真理的角度来看，佛就跟我们讲，我们在现象你做了这么多，就是要了解到都是有限现象的事你用身体来布施都没有办法脱离这个苦海，都还在现象。所以你做的再怎么多的现象，佛他讲不是说不好啦，只是说它的成效也是在受苦里面，只是你的福报有而已。可是福报会用完可是假如说你能够相信金刚本性，金刚本性你相信了，你可以修正，可以成佛，可以成道，可以脱离现象，就已经回归到无极，所以这个功德就胜过于无量百千万亿劫的以身布施。所以我们要了解到，相信我们的佛性本体不困难，可是你用身体来布施不容易。那我们就朝着这个很容易的只要我们用心，我们一定可以进入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一定可以进入，可以了解，可以整天的生活之中都从佛性发挥出来。所以或者就鼓励不要给六根当家，一定要请佛性当家。我们看这个经文就各位可以了解到，请佛性当家容易，我们要用身体布施不容易。你看有那么多的生生世世无量百千万亿劫用身体来布施，功德不如你相信自己金刚本性。所以就告诉我们一定要努力不能说这个请这个佛性当家这个既得利益不肯放手，就是六根都不肯放手不要畏惧困难。所以我们前面佛就讲，我们听到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能够不惊不怖不畏不惊不怖恐怖惊害怕然后不畏惧，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可是我们就可以了解到我们一听到说用身体来布施，惊不惊？有惊到我唔通，我无爱，佮要叫我身体布施，我后礼拜不爱来所以我们就知道那个很困难那个真正的实际很困难。可是我就讲，你用那么多的身体布施还不如你相信你自己金刚本性。你只要你相信你金刚本性，信心不逆，不违背你的信心。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虽然说相信自己佛性可是都不够。我们都有啦，我有相信家己的佛性都会应当，那个都不够了。我们真的要进入日常生活之中，请佛性当家也不困难只是说开始会有一点点真的会有一点摩擦。六根当家久了，你不给他当家他会反扑了所以或者就讲，当你已经会感觉到说无明火一直要发，那个表示你的六根反扑，你启发佛性当家。
可是我们可以啊，把它调节。我们开始的时候啊，佛性当家一半，6根当家一半，不要全部了。全部的话，反扑我们受不了，因为我们已经6道轮回太久，6根当家太久，现在要一下子，要转给佛性当家的话，大概我们都会受不了，那个6根的反扑。受不了6根反扑我们会前功尽弃，会放弃的，放弃的无菜，所以我们要了解说，先一半，一半的请佛性出来当家，一半给6根，这个时候妥协一段时间，6根它自然会降服，他知道我不是主人，以前是主人都睡觉，所以他很名正言顺就当家了。现在主人已经清醒过来了应该钱币都要交还给他。我们有这样的那个妥善的安排就会慢慢的习惯。所以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受持受持本经功德无量无边，就是你能够把金刚本性全部都当家了，那个叫真的你拿金刚本性出来应用了，这样了解吗？我们已经快5年上课了，快5年的时间了，我们现在要收果了。要收果实啦，真的要给佛性当家了，这样的话，我们就真的功效都呈现。你佛性当家了，一口气不来没关系，身体是水火风土，还给天地了。我们已经平常都佛性当家了。一口气不来，佛性这个真的非常快的高速公路到达里天。现在我们都不盖，路都不盖，以后怎么走所以现在要努力就是启发佛性出来当家。当家了以后，我们真的踏入修道的轨道，已经进入了所以那个成佛成道已经不是大事，是已经很容易就到达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凡尘教人家的他的成就都是在中间而我们这个成就是已经到达顶点的是我们回归到本位了所以我们要了解，很多说我是从哪一天下来的然后我要回去哪一个天那一半年啦，还没等到位的所以我们这一次很努力的就可以回归到本位。回归到本位以后我们可以跟随南极老仙翁，然后看这个天地混沌。老仙翁看7次我们1次也没看。难道我们就没有参与吗？有7次我们都在其中只是我们6道轮回看不清楚你看那个老师那一个哥谢谢你有没有？那个说累劫累世那个每一个缘会，每一个6道轮回，咱拢嘛经过，拢唔知影，戆影尔，对不？你看释迦牟尼佛那个10大弟子隔胎不明，就是已经再来完成降世了，他知道他前一世是什么？请问我们知道吗？唔知啦，唔知在做啥。我们隔胎就迷了所以我们都没修了。
我们有修的话，还可以，真的要到10点要转人的时候啊，那个孟婆汤不要喝，你就可以隔胎不迷呀。可是为什么不行呢？迄一世人比我的阿公啊，今嘛讲说比我的孙啊，那你怎么去教他？所以不行，还是要他喝一喝袂去啊，才袂响，才袂记啊。无你是安那囝来背，阿公等一下。那假如说前是做阿嬷，今嘛出来做某，那去啥去啊？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一家人都是这样，一直轮转都是一家人所以都是上一代的变成下一代的拢安尼伫咧变，伫咧转所以你就可以去了解到为什么有一些一生下来他很调皮，然后你就一直打，那个都是在回报。前世了你甲哭到足厉害，今麦我把你拍倒转来。所以就是要了解到，我们呢就是在这一种现象之下生活，自己迷迷糊糊都不知道，那我们现在已经追到我们金刚本性了，要恢复到本体，所有的这一些过程都让它过去了，消失了，回归到本位了，这样呢，我们就所有的烦恼业障本来空寂，一切因果皆不梦幻，都没了。不然的话，我们还是生生世世都一样。各位就可以了解为什么有的一生下来，人拢安尼婆婆塌塌安尼喝着安尼长大，有的就地上爬着长大，这个这整个过程我们就是要了解，都是我们自造业、自受果，自己造来，自己去接受。那我们研究了、了解了，原来这一些呢，我们所遭遇的都是我们累世所做、所经过的，那好与不好就看我们现在的心。你现在接受的不好，就是你累世之间你对人不好。你现在接受了，都是好，人家呵护，那个呢表示你累世之间，你也在照顾别人，呵护别人，所以你看非常现实啦，都是这样，只是我们没有研究不知道而已。那研究了以后，知道原来是这样，自重自受。那我们呢，就现在不重不受。全部业都不造，当然你就不用再接受果报，没有了，然后我们可以帮助人家，然后撇开不记在脑海，因为我们记在脑海，它会变福报，帮助人家你记得变福报，帮助人家全部抛开，你进入佛性，就是我们呢深植德本。那个德我们已经能够种植了，这样就可以自然都回到我们的那个本位了。所以各一定要勉强自己，佛性当家。有没有决定要让佛性当家？有。我们已经讲了很久了。有啦，拢有咧想讲要互佛性当家，不过现实一来了还是6根当家，6根当家比较
既得利益啦，都拢真顺啦，好啦，搁互你做啦，没有多少的时间让我们因循啦。你讲好啦，好啦，搁再做，真紧啦，念的哎呦，目一个年，几十年过去啊，哎呦，好像当家的，有啦，都还未做，很快各位先生，很快所以一定呢要请佛心当家。何况呢师学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只要我们信心不逆啊，祈福就胜彼，所以要了解说，只要我们相信自己的金刚本性，这样的福啊，就胜过于无量百千万亿劫的以身布施，就已经胜过了。那我们又能够呢师学受持读诵，这个呢就是要利益别人，兼善天下，不是说自己得到好就好了，也是希望别人他也得到好，为人解说，就是也为人解说呢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须菩提，以要言之是经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功德。就是我们金刚本性呢，它有不可思议。我们的佛性本体它呢，真的不可思议的，不能用我们的头脑来思，不能用嘴巴来论议，不可思议，不可称量。袂当来称看偌大，因为拢没有形象啦。无边的功德，我们的佛性有无边的功德，所以再怎么大的事，再怎么利益众生的事，都是从金刚本性发挥出来。那相反的呢，我们危害众生呢，也是从金刚本性发挥出来。所以我们一定呢善用，好好的利用我们金刚本性。那么如来为发大圣者说，为发呢最上圣者说，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要呢有那个大圣，就是要回归本位，成仙作佛，那个呢就是大圣，最上圣，就呢不是治疗，不是治疗害，我们自己好了就好，因为我们呢六道轮回太久，都会先保护自己，我自己好了，然后再来帮助别人，所以那个自己比较私心的那个呢是比较根本。那假如说一下子他就花心能够照顾大家，而不把自己放在前面，那个都已经也是有在修。你像这个阿难，他呢也都是一样，他自己还没有这个得度成佛，他已经花心呢，就是要度众生。所以那个呢，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心已经呢，都累世之间呢，都已经呢在累积修持那个德性。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这个呢就等于自己能够受持了，又能够呢读诵，那个读诵呢就是要利益众生广为人说，广泛的呢为众生来讲。那么如来悉知是人，悉见是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如是人等呢，
则为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啊，我们就是了解到这个如来悉知悉见就是呢性中知啊，性中见，皆能够呢见到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这个呢等于都是已经呢可以成佛的那一种状态。那么如是人等这一种人呢则为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可以呀担的这个如来出去卖。各位浅显，有把如来安尼拿出去卖无？有没有？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呀，就是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先自己呀能够了解到我们金刚本性。那我们金刚本性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阿就是无啦，耨多罗就是上，然后三就是正，藐就是等，三就是正，菩提就是觉。那合起来中文呢叫无上正等正觉。无上就是没有比它更上，它已经最高了。正向平等。然后觉呀是实以正，不是呢那个偏的或是邪的不是。所以无上的正等正觉。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先能够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然后我们要度化众生，让他也证悟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呢就是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把如来挑出来嘛，给它打出来卖啦。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真正的要我们来做的并不困难。只要我们肯那个花心来做，那一定可以拼除万难，可以做到。所以最重要先启发佛性当下。这个很重要，要战胜自己战胜自己以后才能够呢这个度化众生。因为上个礼拜或者是觉得说还有5个问题还没有回答，然后这个又有浅显说又有新的问题要发问，所以或者说今天我们留个半个小时。本来开始讲课5年前大家要求说要留半个小时给大家发问，只是后来大家拢唔问，拢唔问直留剩5分。现在呢问题多的时候我们又留多一点。那假如说等一下这个问题回答还有剩的时间或者想请这个浅显发表心得，让呢这个心得让大家分享。由呢那个浅显来发表。好，先问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回光返照？好，这个呢，老师我们最实际的问题啦，要怎么样呢？回光返照。我们呢，时常也会看到寺庙的匾额写说回头是岸。那以往呢，或许也是以为说回头是岸是在劝那个流氓，结果后来研究心理心法才知道，不是嘞，是对所有的众生讲，那个回头是岸跟回光返照竟然是一样的意思啦，就是我们外放的精神，把它呢收回来，
我们外放呢，可以说呢，这个整个万象，完整的万象，都是呢引诱我们精神外放。那我们顺着外面的形象，精神外放了以后啊，我们就当众生。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回光返照，也就是所谓的回头，你回头就已经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回头是岸，回头啊就是精神收回来。你把外放的精神收回来，收回来了以后，你就照见自己的金刚本性。你一外放了以后，就是我们佛性的功能作用。你回光返照，就是已经呢回到佛性本体了。所以我们在生活之中啊，假如说没事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就是训练自己啊，能够回光返照，就是反省，然后整个那个精神都收回来。收回来以后啊，我们就已经呢进入佛性本体，就已经呢到达清净的彼岸。所以虽然这个说很时常听到了回光返照，可是我们肯做，肯实际去做却不多。因为什么？太容易，容不容易？我讲几句。我们要知道虽然精神是我们自己控制了，不过去外口引诱的很习惯，我们也很习惯跑出去了。现在要他回来爱羞苦的，回来吧。所以或者又讲，为什么那个佛制定戒律起食不超过7家？或许还跑到新竹狮头山去问那个修道人，他说那个是佛制定的戒律我说没有含义吗？他说没有。我说不是那个意思所以各位先生，我们不是有7口吗？对不对？7家就是我们这7口了。祈求我们去乞食是不是求？求7孔眼睛2孔回来，耳朵2孔回来，鼻子2孔回来，嘴巴1孔回来。当时道听到说下着甲求，甲命令伊转来就好。我讲你无做啦，你明明看卖，看伊要转来，肯不肯你即摆8点钟看惯势莫看迄目睭转来，目睭2空转来。哎呦莫啦，我看了再来转啦。所以要了解到，真的要求啦。你3餐的时候，你就是要去乞食，要去求回来，回来。各位先生可以试验看看，当你眼睛正在看电视，回来2口耳朵正在听声音，2口回来。你鼻子闻到好吃的气味，然后2口回来。你嘴巴正想吃，1口回来。做做看。你就会知道，有样的我这制定戒律真的是有它的含义在。要求啦，不是用命令的啦，命令的他不听啦，把你甩到一旁去了。所以要求他回来。所以我们求我们的6跟7孔回来，我们7孔回来以后，你的回光返照才踏实，真正的你能够回光返照。
已经不被凡尘事引诱，凡尘事引诱你的力道已经降低。那我们现在凡尘事的引诱很强，一下子就把我们引走了，很快，所以我们要训练自己或许讲的修道方法拢要跟咱家己做对头啦，对不对？都是要跟自己做对，还有不好做嘞，不好做才要做，不然怎么叫修道？就是这样真正的修道。好，再下一个。请问在课堂上有解说提到法上应舍，请刘讲师讲解。这个呢，我们要了解到说，这个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就是没有法了，没有法我们当然都去掉。可是正当的法我们需要，借的法来修，才有办法成佛成道。那法上应舍，这个是释迦牟尼佛他经过非常久的时间，他已经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个法就已经很殊胜很高，他已经修到程度，结果经过500世，没有一个已经成道的佛给他受记，他就讲，哎呦，怎么我修到这么高，这个所有已经成佛的没有来给我受记，所以他才把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了。一舍掉以后燃灯佛即以我受记，如意来世当的做佛，号释迦牟尼，所以他才讲法上应舍。这句话是从这里来的啦。这么好，你不舍，就是我们讲的百尺竿头，丢条条啦，我这个一挖壳百尺竿头，我挖壳，今晚我若放弃，我就吓死呀，知道吗？可是你百尺竿头不肯舍，就缺那么一点点，所以你放了以后你这个色身没去你规个法身充在整个宇宙虚空，所以十方虚空见全身，所以那个就是法上应舍。咱也没啦，我们都还要法来修也唔通放了无半行所以还要啦。那个是已经到达最高了才要呢法上应舍。好，有吗？佛说非汝故莫取，请刘讲师讲解。这个呢是以前或许就看说有一个幻士他去问释迦牟尼佛，他说有没有一种法从众生直接修到佛？那释迦牟尼佛跟他讲有，他就讲非汝勿莫取。然后那个幻士说我知道了。那佛一听说这个这么深的法怎么你知道了？他说身体不是我的东西啦，非汝物嘛莫取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拿。那这个东西这个身体也不是我，也不要了啦。佛说对，就是这样，非汝物莫取，不是你的东西你就不要。
各位同学，我们假如说听到非如雾莫及呀，会想到这样吗？辛苦的不爱比，我的死翘翘啊，安尼唔通，是不是？所以这个真的是要得自修才有办法一听就懂。身体不是你的，这个是天地的物质，真的是这样。你真的一放了以后，身体呀不是你的，一放了以后，你真的整个法身呢，跟十方虚空已经融成一体。可是我们住相身体才好用呢，好用哦。还有吧？请问我们日常生活中学习做万缘放下，一念不生，学习中那个我思修，我们每天都有持续不断的念头，自己发觉了以后色用归理返望归真，回光返照到观一。刘讲师有教那个觉，你的心在想什么，身在做什么，了了分明。当下那个正念是来则应，是去则进，这样做正确吗？这个各位同学所讲出来的话都正确，不过这个必等菜名，你必等菜名无一项做会成，所以或许都一直在强调你做的时候一定只有一个法门，只有一个方法，你不能也要做万缘放下，也要做耳根圆通，也要做那个觉，这个心在想什么，身在做什么，你这么多都把它凑在一起没有一个法会有成效呈现，因为已经杂了。那我们修道要专一啦，或者都讲，你做万缘放下，一定就是只有万缘放下。你做耳根圆通，一定就只有耳根圆通，只有一个，不能两个同时。你两个同时，两个都没有效果。所以当你在做万缘放下，然后又有什么戒定慧，你在做万缘放下，又有戒定慧，那个也变严戒也严，定也严，慧也严。那个严你不放下，那什么叫万缘放下？你又做万缘放下，又在攀岩，那做什么这样了解吗？所以一个就是一个，不能掺杂。你假如说也要做万缘放下，也要做耳根圆通，也要做戒定慧，可以，不要同时。你可以做莫同齐。你自分开。我现在这个时间来做什么？然后这个做了以后，你一定要隔开，用一段时间，有空档以后再有时间再做。我现在要来做什么？那个决定一个，他就做一个就好，这样知道吗？不是说有做万缘放下就不能做耳根圆通，不是的，不要同时啦。你同时做就全部都没有功效。因为做万缘放下，你要了解到万缘，你看我们从1缘、10缘、100缘、1000缘到万缘，那么多的都要放下。你所以在做万缘放下的时候，专心万缘放下，不管那个时候你听到什么、看到什么、想到什么、遭遇到什么，都要放下。你全部放下了，各位要了解到你全部放下了叫忘尽，忘尽真贤。这个时候我们要的就是那个真贤，忘尽了真贤，那个真就是金刚本性，你要的就是那个啦。你在做
做到这个千眼放下的时候，有什么呈现，你就又攀岩了啊！你要那个望尽真显啊，那个已经遥遥无期了。所以你做万年放下，一个万年放下，不管遇到什么、听到什么，全部都要放下，这样才真的叫做功夫。所以我们为什么很久功夫做不出来，就是不专心。我们万年放下的时候啊，还跑到耳根圆通，还跑到界定位，还跑到那个觉，不行了。一定要把它隔开。你做功夫呢，一定要一个一个就好。好，再说。如果我们没有发觉自己念头，不知道回光返照，让念头持续下去，就是妄念，没完没了的心意识，就像那个心灵对谈，有生灭，有对待。那想请问，心灵对谈跟思天告知有什么不同的地方？或许发现了，他这个问的问题呀，真的都是在太明，所以可能他去吃到那个面摊去吃一定都是在太明，所以他才会这样都把它整个凑合在一起来问。所以我们要了解到我们修道一定是要专一，不要掺杂了。所以他前面一问说我们念头一个接一个没有知觉，那个确实啦，我们的习惯就是这样，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都没有发现说那个念头是这么的绵延不绝那个呢等于是我们在这个修持的过程里面没有去回光返照。那我们呢能够回光返照，发现说我们的这个念头它为什么会一个接一个？当你有回光返照来观察你的念头，它就会那个念头它就会断，它不会延续，它就会断。所以我们了解在这个你有回光返照的时候，念头会断，表示你那个觉性已经有比较发现度上升了，没有说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是无明这个时候你那个无明降低了有觉的时候，然后你又提到说来修持觉，然后心在想什么，然后身在做什么都知道，那个是方便法门啦。各位同学，我们要用这个方便法门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念头太多了不容易去断除它。我们可以用方便法门心在想什么你知道，然后身在做什么你知道。这样的话呢，先让那一些绵延不绝的妄能够断，能够断的时候，你往下的功夫才可以再做。所以之前或者就有讲说你可以就是念头生花，起心动念，不要去主导，你就让它生花。可是我或者就讲。生花念头以后那个就是人心为待不安你不要进入内容，起心动念念头的内容你不要进入，然后你回过头来看怎么生花，那个生花念头是我们微妙难见的道心这个时候为待不安的人心那个起心动念起心动念内容你不要进入，进入就烦恼你回过来看怎么样生来的那个生花的生来的那个重要
他生发念头了，哪里生啊？那个能生的就是佛性本体啦，所以那个就是微妙难见的道心。你转过来一样念头，可是你不要进入内容，你转过来看你生发念头的来源，你就已经看你的佛性本体。所以法无定法看你适不适合。你讲这好修，或者就讲北部有一个浅显，他做完了放下，做到很生气了。为什么？坑没来，很生气。然后听到这个微妙难见的道心跟那个微待不安的人心，他做得很高兴，一直笑，欢喜充满。你看，就看我们适合哪一个法门，你就修哪一个法门。只要你专注它的效果都会一样的。所以我们要了解到，不要都把它掺在一起啦。若讲要爱食杂菜米线面点才去食，唔通咧修道咧食。还有自己心中那个最难放下的我放不下，自己知道，回光返照，跟自己作对，身体会反复会生病吗？这个或许就说呢，我们要担当，这还没做就咧惊，还没有做他已经在怕了所以要了解到只要你肯做了，肯担当了你要了解到所有的一切都在你金刚本性的掌握之下。都不会有说超出我们金刚本性范围的啦，全部都是金刚本性。所以你对自己要有信心不要还没做就怕了啦那怎么成呢？你要做了，做了遇到问题来问或者都鼓励大家问结果都不问，我都不敢留太多时间大家都很尴尬，对不对？你若不爱问我也无话讲，要安那？你看我，我看你，就这样还有吗？还有一个，请刘讲师可以讲解一下忤逆罪吗？忤逆罪。忤逆罪。好，那个呢，忤逆罪就是杀父，杀母，然后杀阿罗汉、破和合僧，以及恶心出佛身血。这个呢，在我们凡尘来讲，这个忤逆罪就是最重的罪所以一定呢就是要下那个无间地狱你有做这一种事就是要下无间地狱。那因为佛学有讲过了。说释迦牟尼佛呢，在这个楞伽经的时候他有讲说杀父，这个是属于修道方面杀父呢，就是杀无明；杀母就是杀贪爱。贪因为那个母就是贪跟爱父就是无明。我们能够杀父跟杀无明，杀父就是杀无明，杀母就是杀贪跟杀爱，所以这个是我们凡人最难去掉的。然后杀阿罗汉就是杀掉我们的自私心态，因为阿罗汉是了汉，自私啦，我们要把自私的心杀掉。然后破和合僧就是不攀缘。我们在凡尘我们在凡尘都会攀缘所以我们把那个和合僧和合才会有那个果报呈现嘛。你所有的缘都不攀了，不造因了，就没有果报了。所以
那个啊破合而生啊，就是不攀岩了。然后二心出佛身学，那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一生八世身，就是我们有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世啊，八世身就是最后身，我不来了，我已经不来了，把恶心把这个八世身血把它就是破除。让我不再来出生啊！所以佛就讲，你能够做到这个忤逆这个修持的方法，现证实法，就是让你已经到达佛的地位。所以跟那个现象说你沙悟沙母那个现象，完全是不一样的。或许看到这个那我安念，所以或许有写讲义啊，各位有看过吗？那个讲义，我们回去北部再找，再找下来给各位看。还有吗？没有了，还剩下3分钟而已。我们要请那个讲一讲他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好不好？鼓励大家。各位学姐大家好。那个部长今天教讲实验讲经的，都听听哦。那我相信在座各位学姐大家都修得很好。那我认为在期间这段时间我是经过的，因为5年前我的身体很难过，然后我有启示过老师，他也有启示过老师了。后来有机会就来这里听那个心理心法。那来听这个心理心法之后刚开始我认为说，对身有什么帮助没有说很肯定的那个态度但是他说真的就是难过他就把他难过，然后我就想说，我试着帮你放下这样去看看，我也蛮难过，他也蛮难过，他刚好有这么好的经验，这么好的机缘然后又对那个刘老师的上课的这些内容深深的吸引，好像也是师兄之中就有听过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每天很认真的在做这个光源放下，做光源放下慢慢的就有效果出现，像最近我跟我那个老和生比后学跟以前后学如果拜6礼拜天都要睡到后学我起来早餐用好了，然后衣服都洗好了。做很多事情之后才会醒过来。现在在家里面睡觉，我现在在看电脑，大概10点半了。把所有的事情做一做，大概我现在大概就是在2点睡觉，然后早上6点钟就起来慢跑。跑一跑，早上8点半开始开店。就是做光源放下之后，人的精神都会变得很好。这是那个最大的那个，还有以前在光源放下还有那个内心会变得比较平静。以前像或许在这个还没做光源放下之前，我们的平常都会有很多烦恼。那烦恼中那边下次也没有很多烦恼，我的工作烦恼事业容易不得，每天以前或许每天都有很多烦恼。自从做了光源放下这几天开始之后，那个烦恼通通都不见了。那个心情或许我洗澡就是每天都很舒服那个心情每天就是也不是高兴，反正就是很舒服，每天那个心情都是很平稳、很稳定，很难可以为大家发起我讲以前我跟老婆以前公公都骂以前我脸色稍微不好看我老婆两个人刚讲
所以给他带来一整个仙气。我昨天才在跟我老婆讲说，你有时候要控制你的情绪，他就讲说，我没怎么样，我怎么控制情绪？你稍微去想，每次你发脾气出来的时候，我的姿态都很短，所以咱们交关系要放得开。你做坏的时候或者那个来，我就跟他讲说，那个就是要控制你自己的情绪啊。比如说，两天都卖 ，OK， 都卖，我就在那个，当时都可以去跟他修，我先跑回来，我也给他。我就是试着这样跟他讲说，我们人要慢慢去修炼，要慢慢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你想，我还没有来上有讲师的课之前，我老婆看出来不是那个水压有刚刚回来。即摆我唱出个我每个一下好像我都买了呢，超在反过来启动，边控制你的情绪，刚才在慢慢要休息，要走那个休息这条路。这是我刚刚那个改变跟以前很不一样的地方嘛。当然还不只是这些啊，就是大家听了会比较他不可思议的。像我在看电脑，这个是比较不可思议的。我刚开始在练的在1年到第2年的时候，等一下课要我就是心中就有一个念说，等一下有课要大概9分钟10分钟，就是这课就起来。刚开始是这个样子。我在做外贸家第1年、第2年的时候是这个样子。我他妈这第4年，才4年多了。明天谁要拿出房签的单子来给我今天我就会知道，或者他说你要来，可以直接拿约什么签才要到，我就会事先知道。刚开始我把什么这些外方面，慢慢他也在。这个我昨天就想到说他拿什么进来给我，后来我就跟他说，这是佛系的那个那个力量，那个能力，就是这是他是有，还有另外更多的还是有，留着下次讲啊，我们下个时间。各位讲师、各位讲师、各位坛子、各位先生，大家好。不学占道天师德，老天欠大德，以及感谢各位先贤给或学修学讲解。我们呢想到这个第15分持经功德，所以我们了解到那个词，就是拿出来用，那个经呢是我们的金刚本性。拿我们的金刚本性拿出来用，这样呢，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没有声音吗？有，要靠近一点，一点。我们上个礼拜有讲说用这个身来布施。还呢，不如我们呢受持，我们金刚本性，受持我们的金刚本性就超越，我们用的这个身呢，布施。各位都在看那一张这个剧里吗？因为我们上次又讲那个会把《金刚经》的时间拖得很久，所以这一章呢或许没有准备要讲，只是给各位拿回去看，是历代祖师那个佛这个传承的那个句语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个句语像这个释迦牟尼佛呢这个
传解啊，摩诃迦叶的时候啊，说法本法无法，无法法亦法，今复无法时啊，法合成法，那个都是历代祖师所最重要的那个传承。那整章全部都是啊，从七佛开始，一直到西方28代。那因为后面的篇幅写不下，所以从那个第10代祖以后啊，就只有写那个传承的句，就没有再写那个过程。那么在七佛的那个传承，以及那个西方到第9代的时候啊，都有写那个传承的过程。那我们呢拿回去看慢慢看，因为它非常深啦，所以要慢慢的看，要看得懂，这个历代的祖师所传的记忆啊，那个都非同小可，不是一般我们之前讲的那样比较通俗化。他说非常的究竟，那个句语啊都是非常的究竟。那因为恐怕这个写下来会变得篇幅很长。那我们收集就不容易所以后来我们翻过后面那边看就只有写那个传承的句而已，没有写那个过程。可是我们就很少接近这种历代祖师的传承，就已经很少去接近，很少去探讨。那因为我们对这个《金刚经》的研究可以说很普遍，非常普遍。可是真正的透彻了解也不是很容易那我们就是了解到我们在生活之中越简单的修持就越接近我们的佛性本体。所以我们所得到的三宝观觉义，就是佛法身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都可以应用得到。佛就是佛性本体，就是玄关窍。然后法就是五字真经然后身就是合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用，用佛法身，我们了解说用的已经可以进入了，那表示说我们可以持经。所以持经功德我们要了解说，就是拿我们的金刚本性，我们的金刚，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我们拿出来用，一定要在日常在日常之中我们就已经拿出来用了，那个不用特地不用找时间，不用找地点。什么时刻我们都把我们的金刚本性拿出来用，这个叫持经，持经功德，胜过于那个无量无边的那个身来布施。我们用身布施可以说很困难，因为我们都非常重视生命，那要用生命来布施可以说不容易那我们要受持自己的金刚本性相对的来讲就很容易我们把我们的金刚本性拿出来用。
所以啊，这一分呢，就明确的说，只要我们能够呢，闻此经典，信心不逆，就是不违背啊，所以或者都一直讲，我们要相信自己呀，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呢，大部分的信都没有相信到我们自己的佛性本体回来。都是用在外面。那我们要知道啊，像儒家所说啊，信啊，黄宗通理，那个信啊，机中统四端呢，兼万善。四端啊，仁义礼智，那信在中，那个中就是我们佛性本体。我们要了解说，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它统四端，仁义礼智啊。都从信发挥了，所以只要我们信，那个道也功德母，都从信，都从我们的佛性本体呀发挥出来，所以我们只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呀，那个功德就已经胜过于生命布施。那么底下呢，那个何况施学受持读诵为人解说，那个就是度化，就是自己已经可以了，知道自己佛性本体，可以拿出来用，又可以呢，度化众生，可以为人解说，所以这个经呢，它有不可思议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我们了解说，不可思议啊。我们之前就有讲过，我们不着有，然后我们也不着空，我们是什么状态？就已经不可思议了。不着有，也不着空，这个你就讲不出来了。这个就已经呢，在佛性本体之中。所以不可思议。那我们可以说只是缺少体会而已啦。我们不知道说不着有不着空是什么状态。没有实际的试验过，所以不知道那一种情形。所以这个我就讲说我们的金刚本性有不可思议，然后呢。不可称量，那个不可称就是报身，不可量就是化身，然后无边呢就是法身，所以有法身，有报身，有化身，这个三身呢都具备，然后我们的法身是无边，没有边际我们的报身是不可称，非常的高大，然后我们的化身千百亿化身不可量，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的本性它有不可称量无边的功德。那么如来呢，为花大圣者说，为花呢最上圣者说，所以我们了解这个大圣。就是恢复到我们的那个本来了，恢复到本位了，大圣最上圣，都是呢要回归呢到我们本位。那么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人说，能够广为人说那么如来悉知世人，悉见世人，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如来就是我们的本性。那我们性分之中呢都知道只要你能够发挥受持读诵，能够把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能够接受，能够持用受持，然后读诵呢广为人说这样的话呢，那个成就呢就不可量，
等于是说化身呢，这个无量无边，那不可称啊，是报身，果报身啊，有1000丈之高，那个呢没办法去称。然后无有边，就是我们的法身，没有边际啊，所有整个呢，全部都是法身，不可思议的功德。我们从佛性本体啊发挥就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如是人等啊，则为何但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种人呢，就可以呀，何但就是担负啊，那个传承。就是啊，要把那个如来挑出来卖，所以啊，我们了解那个阿呢就是无，耨多罗三无上，无上也就是最高，三呢就是正，渺就是等，正等，然后三正菩提觉，正觉，无上的正等正觉，就是我们的那个啊佛性本体，佛性本体呢。就称呢无上的正等正觉。那有时候呢，我们应用啊，可以把无上的正等正觉应用到法门来修持。那释迦牟尼佛呢，就是修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修到成就以后呢，因为啊，他就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呀，就没有受记。我们上个礼拜啊，就有一个问说法上应舍，还记得吗？都忘了。说法上应舍，那下面那一句他没有说了，何况非法。法上应舍呢，就是在讲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殊胜的法，我们也到最后修正成了以后，也要把它舍，就是要抛掉了。那因为这个太殊胜了，舍不得抛了，结果就没办法受记，还经过500世我们想想看，我们一世都很久了。经过500世啊，我已经修到很高了，怎么都没有受记啊？不像我们现在啊，都没有修啊，就有人带我们去求道，就已经受记了。可是啊，各位姐姐，我们会觉得我们去求道很可贵吗？很难得吗？没有感觉啊，甚至会埋怨，搞我骗来摆，有没有？大部分啊，很多都会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各位就是要了解这个是时机的问题啊。上天大概普渡，那在我们那个时候啊，大概民国60，或者是民国63年的元旦求道，那个时候那个求道啊，一定要身家清白，品性端正。不是三多四好嘞，不是说你拉人来求就可以啊。那个等下是会问，这个求道者的身家背景，他的那个状况怎么样？假如说不理想的话，等下是说不要度，因为那个时机呀，就很严格，所以啊，跟现在比呀。只要有人求就好，赶快拉来求道，是不是心态差很多？所以以往在民国60几年那个时候求道的人啊，可以说那个根基啊都很深。那所以整个道场就是非常的那一种怎么说？绝对不会有那个东西被偷，也绝对不会有那一种负面的那一种情形出现，都是真的是那个我们整个佛性呈现，帮助大家，大家帮助大家，都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
尤其北部啊没有大佛堂，开法会呢都带到南部的大庙。那大庙哦，我们进去看了以后啊，那个年岁很大的哦，我哩上我上，拢咧过火，因为那个大鼎哦，咧煮哦用茶，用超音器哦，用茶咧摇，然后大鼎，然后哦，我把上添菜，所以啊，那个都是哦默默的哦，在扶持，在工作，然后他就会说，恁少年的去讲啦，阮老的来做啦，因为啊，这个年岁大了比较要去渡人讲给人家听啦，比较没有那么熟练，所以啊说年轻人去渡人，然后他们年岁大的就来工作，所以要了解那个前时足大气的呢，要炒菜迄个饭色啊，要甲吐起来迄个烫的啊，那个没有力还真不行要有很大的那个力道才有办法做。可是啊看他们都做得很高兴真的那个时期啊，就是不一样。然后我们现在啊，因为都是多多益善，三多四好，所以就没有去这个规范一些哪一些人不可以求道就没有规范，那就变成良莠不齐好的坏的都一起，所以啊东西要放好啊，无你会全无看转个头啊，我物件啊无你看是不是差很多？以往啊，你做你啃，你啃到发挥结束啊你的物件你惊看，绝对涨所以啊那个时候真的是非常的，你就感受到很亲近，真的就是道，整个啊在行为之中啊道都呈现整个都呈现。所以啊，就感觉啊，整个佛性都运用了。可是我们现在啊，因为科学的话，这个大家呢，这个接受啊，这个整个社会的变化，然后啊，因为很多的一些电视、电脑啊，又把我们那一种思想啊搅乱了，你这个整个接受的那一种画面，很多都是没意思的啦，拢暴力，所以我们就这个无形之间你看从那个宾拉登一开始无缘无故的用飞机去炸人家大楼，又没有烟草。他从那个时候就埋下那一种种子，不要有什么言语，所以我们了解说众生啊，真的很可怜，这个就形成了这个共业，大家那个整个思想都不正确，那我们看一看，你养一只那个猪还可以卖钱。养一只狗还可以看门，你养一个人，他怎么说？纵然我的父母在，我一样杀。或者看到这样这个要掉眼泪。他不知道那个养儿育女是多么的辛苦。那个孩子一发烧了，半夜1、2点，赶快抱走。今天或许那个时候开机的车，他要回家了。他说拜托了，给我再来病院囡仔发烧。你看那个父母亲的心那一种跟我们现在年轻人所想的完全都
脱节。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做人啊最基本的，你人格要健全。你人格不健全啊，还不如出生。真的不如了。所以我们一看那个社会发生的现象，这2天呢，在台北做捷运昨天少了8万人，前天少了7万人，大家都惊啦。我若去坐，哇，全无命，因为都无缘无故啊。你看那个报道，真的还有详细的一直报。开始从那个这个龙山寺啊，捷运车厢门一关，他就开始杀人，3秒钟杀死3个人，3秒钟1秒钟杀死1个人。那个被他杀死在做什么？假寐。我们都这样了，做这个酒不是都要养神吗？闭目养神，对不对？他就是在闭目养神，一下子一刀就毙命了。3秒钟杀了。3分多钟开到那个江子翠，杀28个人。你看，这个真的我们一看的报道我们都会吓到。要一坐上车左看右看，有问题没啊？有没有办法很安全的下车啊？所以就变成了很多人就害怕。可是啊，我们这个众生的那个记性啊，是开始这2天这样。说少了7、8万人在做，可是啊，你再经过了1个月、2个月一样恢复了，还是做捷运方便，一样恢复，家己较顺利就好了。一寡防身的东西呀，热卖到缺货。你看人与人之间那一种互相照顾。那一种祥和的气氛就不见了。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那个眼光你假如说用华语的眼光来看人那个伤害很大。你假如说看他，哎呦，刚才被搞到伤害了，那一种眼光真的会杀人。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最起码我们对自己不生不灭佛性要有把握。我们相信他。纵然我们身体不在，这个是天地的物质，所有宏图，这个跟我不生不灭的佛性没有关系。那我很笃定，不要受到那一些干扰影响。我们就很笃定，没事。绝对就没事。那你这样的互相猜忌，那个生活就很难过了。所以我们真的很不希望看到这个社会发生这个现象。我们南部都很单纯不会有这个事。可是我们难免说也要去玩一玩，到北部去往后到北部的话，各自小心。那么底下呢，这个佛就讲说何以故？为什么呢？能够相信自己不生不灭佛性本体，可以何但如来把如来挑出来卖，是什么原因呢？须菩提，若要小法者早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即以此经呢，不能听受读诵，为人解受。所以呢，我们了解说要小法，要就是喜欢很喜欢。
那么小法就是小乘佛法，就是那个不了义法，不了义啊。各位先生对不了义法跟了义法了解吗？不了解了义法就是究竟，究竟让我们到达究竟最高的程度，那个叫了义，那个都是上乘。那不了义就是中间的构成，中间那个修的构成那个是不了义法。那我们假如说要小法，就是喜欢那个中间的那一些构成，他不能追求到最上乘的，也就是独善其身，他不要兼善天下。那我们要了解到，你要独善其身也成不了佛了。那你想兼善天下，因为你体会到，那个绝对的无极是只有一，没有相对啊。你要独善其身呢，那已经产生了相对，就是有恶了。那你有恶，你就成就不了非常高的程度。所以我们要了解说，我们追求要追求了义，要追求究竟，大圣的最上圣的，我们不要去追求呢那个不了义法，不了义法比较好修了，了义法那个从一发心就不一样，所以我们了解说，要小法者喜欢小乘佛法，喜欢不了义法，这样了解不了义吗？了解了没？就是他中间修持的过程，到不了究竟，就是成就不了佛，成不了道。那个叫小乘法，那个小法，那已经呢着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我们之前都讲说着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那在呢这个我们金刚经呢快到一半，一半呢就16分。那么快到一半的时候，他把下一半的意思就点出来，因为我们前半呢，就是要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所以都是在形象无所住，然后启发我们般若妙智慧所以不要住相。那后半部就是要我们这个从心里面都已经呢无所住了，心明无住以显般若离体，跟前面净明无住以彰般若正智完全不同。它是在形象不要住，然后把我们的佛性那个般若妙智慧能够启发出来，那个是我们的这个上半部的那个重点所在。那现在要进入到下半段了就要了解说心从心来明了，心明无住，从心来了解一切都无所住，然后要把般若离体整个呈现。那般若就是妙智慧，般若离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佛性本体。所以我们了解说我们呢着相，那个是形象，着见，那个又深入一层，在心里面的。我们心里面是见，外面是相。现在各位了解意思了吗？我们着我见，我见深根蒂固了。着我相，形象比较容易去除。
拼除掉。所以这边就已经把后半段的心明无助以显般若离体把它点出来，所以要净明无助然后以彰显我们般若的正智，就是我们正确的智慧。已经都有了，智慧有了，我们就是要进入本体了。所以那个般若离体就是我们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所以这边呢就讲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所以在这个四项我们之前都一再的说，因为在文字的话我们所了解的都比较粗浅，可是在实际的方面我们要深入所以只要肉入能手，在完成的肉入能手，它都有四项所以我们要从生活之中就能够切实的掌握就是没有能手。没有能手各位同学就已经不可思议，就已经进入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因为我们习惯了，六道人为都很习惯，所以能手也没有觉得什么不对的。那我们就不会努力的去把能手双明能也泯灭了，手也泯灭了。把它已经融成一体了，就是不着有了，也不着空了，我们就在我们佛性本体你听有无？很详细嘛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要小法小乘佛法那个不疗愈法很容易修了，它很容易修可是修不究竟不成道，所以就讲基于此经就是对我们的金刚本性不能听受，没有办法去接受就是不相信自己的金刚本性。所以我们要了解到连相信我们自己金刚本性都这么不容易不容易要小法就没办法所以有时候我们跟一些比较没有接近修道的人跟他讲说咱的佛性就奥妙，他会跟你说刚悟咱闹佛性一听了以后会很泄气还有无佛性要怎挖就是有可是就是因为都不研究那么他呢对自己的那个金刚本性不能听受，没有办法去接受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你没有办法听受，当然呢就没有办法为人解说了你要读诵为人解说听都不能哪能够去解说所以我们了解那个呢喜欢小乘佛法就是这样。那么底下呢佛就讲说须菩提在在处处若有此经这个在在处处就是不管什么地方所在无所不在，整个所有空间全部都是在在处处只要说有我们的金刚本性一切的世间天人阿修罗所应的供养。所以我们了解说你看我们那个金刚本性这个三善道四就是过去现在未来，间呢东西南北东南西南东北西北上下叫间四间，然后天道人道阿修罗道是说算六道里面的三善道所应该供养要来供养金刚本性。所以我们就了解说金刚本性的可贵所以我们呢
一定要进入实际的那个意义呀，不能住在文字啊。假如说我们住在文字的话，那整个都意思啊就差很多了。那我们要进入真正的不管是什么地方所在，有我们金刚本性的地方呢，三善道都要供养。那当知呢，此次啊，则为是塔。这个有金刚本性的地方所在，就是出生佛的宝塔。就是能够有佛在这个地方呢，这个出现，接应恭敬，有佛出现呢，我们都要恭敬，就是恭敬我们不生不灭的那个金刚本性，我们的佛性本体。那咒礼围绕，就是呢要很恭敬我们自己的金刚本性，然后以之华香啊。散其出，那个华就是花啦，要呢这个花香，然后善待这个能够这个成佛的那个地方所在，所以我们了解说这个持经功德啊，是无量无边啊，一定呢我们要相信自己。不生不灭的佛性本体，那个呢，你能够相信了，能够整个启发了，那整个的那个功德啊，就没办法详细的说明。那我们就看这个16分，能尽业障，所以我们了解到说。我们呢，用我们的金刚本性就可以来清净我们的业障。所以经典里面有这个复处，就是呢表示跟上一分呢有连带的关系。须菩提。善男子、善女人，受持读诵此经，若为人亲见，世人先是罪业应堕恶道。已经世人亲见故先是罪业则为消灭。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这一分的经文很容易被经文误导，因为他说，世人亲见先是罪业会消灭。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能够把先世就是以往的那个罪业消灭，是在我们受持我们金刚本性，我们受持我们的金刚本性罪业才消灭，不是说受人亲见然后罪业消灭。假如说是我们在完成的那一些功德跟罪业可以互相抵消的话，那我们《金刚经》的前面就有讲。说我们能够这个听到呢金刚本性不以一佛二佛先三世佛而作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手种植善根。假如说那个罪业可以互相抵消的话，那我们所种的善根是那么遥远是那么多，早就抵消了为什么今世还应堕恶道？各位有没有体会出来？可能我们都很少用那么多的心进入经文本身
所以这一分呢，我们就是要了解到，他说呢，我们善男信女能够受持，能够呢读诵我们的金刚本性。假如说呢还被人家轻这个贱，表示呢我们有一些所作所为还不符合真理，才会呢被人轻贱。所以我们就是了解这个是给我们警惕啦，说我们在凡尘的所作所为，看看有没有过错。假如说有人都对我们这个轻贱、看轻，然后瞧不起，那表示我们所做的有偏有差。所以那一种有偏差的这一些行为动作，是应该堕入恶道，就是畜生道、地狱道、恶鬼道。让我们感觉到说，好像我已经受持我的金刚本性，为什么很多人还对我看轻？然后呢看见，那就表示我们的一些作为，不知不觉都跟真理相违背。所以因为这个关系让那一些看轻你、轻贱你的人来提醒你，说你的这个行持不正确。这样我们才有办法呢，把自己的累世的这一些不合真理的行为改过。这个呢是我们就是要感谢所以一些恶知识也是我们的就是良师益友，也是我们的善知识。虽然他对我们不恭敬，可是要感谢他。因为有他的提起，我们才有改正的机会。那真正的我们的那一种罪业会消灭就是因为我们已经受持读诵此经，所以或者说这个翻译这个《金刚经》的人把文字这样一编排我们很多人都会被误导了，被他呢文字误导，所以咱去看轻罪业的消失各位看文字是不是这样？文字它呈现的意思就是这样，说我们被人家轻贱，我们先世的罪业就消灭了，有没有？所以或者就讲，假如说现在人家看轻你，罪就可以消灭，那我们这个看一看那个前面正信稀有那个说能够生实性若有众生佛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记生实性不那佛就讲说，如来没有后500岁，有持戒修福者以此章记能生信心只要持戒修福不要很高的智慧持戒修福就可以然后以此为始，就是对自己的金刚本性能够产生信心。那么佛就讲，当知世人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以无量千万佛手种之善根各位就可以想象，假如说罪业可以抵消，人家一看清你罪业就抵消，
那他前面这个不以一佛、二佛、三世五佛而种善根，那个善根不能去抵消你的罪业吗？各位有没有这样去想？卖讲出来嘛，唔知。迄个拢讲遐久过啊，拢袂记啊啦。所以我们要了解到，那个如是因啊，如是果，因果它是定理的，所以我们之前才会一直讲，说诵经百千劫啊，所作业故啊，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还记得吗？记得所以我们就可以从句语来领悟它的意思。说纵然经过百千劫，你有所做下来的罪业啊，它都在，不会消失啦。可是第三句就最奥妙了，因缘会意时啊，果报还自受。所以啊，那个因跟缘两个会意啊，你就要接受果报。那我们已经受持，已经接受自己金刚不生不灭的本体，已经受，然后又持拿出来用。各位同学，我们会不会去造因，说把以往的那一些罪业拉来？会不会？我们会不会做？不会的啦。为什么？金刚本性呢，它是绝对体，没有两边。所以我们不会呢，去做一些会把以往的罪业拉来的，那个因，那个种子不会。那我们既然不会，你看因缘会意时啊，得啊因缘会意啊，你才会拄到果报。你都让因缘已经消灭了，是不是已经没有了？这样了解吗？所以我们真的研究要透彻，不能说一知半解，不能说看到经文这样写然后就相信经文里面就是对，讲的没错的。可是我们解说的一定要透彻。假如说这边被人亲近，罪业就可以消灭。那他一佛、二佛、三世五佛种的善根，那个种的善根那么多那么久，抵不过人家那亲近的一些态度吗？我们就可以想象啊，人家表现出来的态度对你看清，对你奏见，那个不是很小事吗？对不对？那我们也是一佛、二佛、三世五佛，那是要很久嘞，所以啊，我们要知道说，一佛跟二佛的时间啊，那都几千年了。你看我们现在释迦牟尼佛已经归家了，转到呢我们弥勒祖师，那什么时候下生的？各位同学，我们弥勒祖师什么时候下生的？你看，贤劫的第五佛了，那四佛跟地佛差这么久，还没来，所以各位手上拿的这个记忆啊，它只有记载七佛，庄严劫的后面三个，然后到我们玄劫的前面到我们弥勒祖师记载以后没有，可是啊。那个传承句语啊，只有到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传给大弟子迦叶，有那个句语传承句语。那我们弥勒祖师掌天盘，他还没有传，还没有教没有教学，所以还没有句语。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那个一佛、二佛、三世五佛时间是非常的久了。足久的，你看它一直在累积呀。各位要知道我们累积这么久的时间，
然后能够听到金刚本性，我们就能够相信，就以此为始难能可贵有没有很可贵？各位就可以想象了你看要来坐咧这听圣理心话，这条话，迄拢听无啦，就把这个给开了，我们放弃各位要知道最怕我们自己放弃自己，咱若放弃佛菩萨就救回来啦。所以你要自己花心修才是正途。你不能说这歹修，佫听无，拢卖真好修你看安尼阴暗念的就天暗明仔载佫天光，有无？咱好修就是敢若安尼。天暗天光，这自然而然。只要我们能够抓得住我们金刚本性，你受持金刚本性，把我们金刚本性在日常应用，就请佛性当家啦。大概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底家，还有拢六根在当家呢，要请佛性出来当家。好像不是很容易，那我们要了解到，但起码在怎么样的挫折下一定要请佛性当家。我们在一口气不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佛性当家有多么好，因为自由自在，条条大路通里天。你不请佛性当家的时候一口气不来，哎呦，那拢无路要行迄道，